为打破大秦20而亡的魔咒，你穿越成了扶苏。先赏鼓吹分封制的淳于越300个大逼斗，再将亡秦必楚的项羽和汉初3杰收入麾下，趁着老头子嬴政还能多撑几年，你亲率大秦100万将士东征西讨，将大秦的黑色龙旗插满了欧亚大陆的每个角落。此时的咸阳宫内，始皇大发雷霆，50万大军南征百越，竟被几万杂兵打得溃不成军，主将战死，副将被俘。这等战绩是大秦开国500年面对6国强敌都没有过的。而此等荒唐事情，竟是因军需官倒卖军粮赚取价差所致。愤怒的嬴政将军需官9族赐宝，为阵亡的将士陪葬。赐宝可不是真的让吃饱，而是给人喂泥土，伴着水一直灌，直到撑死为止。刚喘口气，就听随侍太监来报：不好了，陛下，公子又把太傅给揍了。这次打的伤势严重，太傅是死活不干了，嚷嚷着要回家种田呢。嬴政二话不说，带上赵高直奔御花园而去。但见假山之上，你背对众人而立，听到来人的脚步声也没改变姿势，反而十分装卑的高声道：天不生我因扶苏，大秦万古如长夜。你摆出一副神秘莫测的姿态。父皇，儿臣的预判是否得到了印证？50万大军折损在百越，儿臣深知您现在很难过。说到这，你猛然一个转身，原本清澈的目光中爆发出了无穷的光芒。只要您让我参军，我必定收服百越，助您一统天下。嬴政的嘴角抽动，默默伸出了右手，一旁的赵高急忙递上了准备好的长棍。伴随着你逃跑的哀嚎声，赵高感叹：自从3个月前扶苏公子一场大病过后，就有点不太正常，不仅是没了以往温文尔雅的气质，整个人还变得浮躁不堪，整日号称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让陛下拜他为相，要助陛下一统什么7大诏。更可过分的是，他还动辄殴打太傅，特别敌视自己和李斯，有时离得近了还得吐2口唾沫再走，确实是该打呀。偏殿内鼻血已经止住的太傅嘚嘚个不停，全是指责你不忠不义的词。公子他无心向学，骄傲自满，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会，再也没了以前尊师重道的乖巧模样。陛下应当狠狠教育，将那个原本温婉乖巧的扶苏叫回来才好。揍了你一顿的始皇心情已经好多了，他看着捂着屁股满脸委屈的长子暗自摇头。这小子一场大病后就好似换了个人，总有些莫名其妙的举动。病好的第3天，你就缠着嬴政死活要把名字改了，说扶苏这个名字不吉利，不利于大秦的传承。当时就挨了一顿猛揍，那可是嬴政亲自赐的名字，你竟敢嫌弃。谁知你小子不知道从哪学来的坏招，整整2个月，只要嬴政一进厕所你就出现，也不干嘛，就蹲在一旁捏着鼻子嘟囔，比苍蝇都烦人，跑没法跑，打没法打，拉又拉不出来，搞得嬴政愣是便秘了2个月，最后无奈只能同意你改名嬴宣。想到这里，嬴政就忍不住暗自摇头。虽是如此，你此次确实立了大功。在南伐百越之前，要不是你再三劝说，从南方往年的天气、百越的地势地貌、粮草的运行速度等各方面推断，此次进军百越很可能会大败。嬴政也不会只派了少数人尝试进攻，大军隐藏在岭南外围，按兵不动，还调出来朝堂上的大堆蛀虫。屁股不疼了的你站在柱子旁，瞪眼看着老毕登淳于越在那口若悬河的告状。这个老东西满脑子都是僵硬的思想，还说不依照古人的统治方法，大秦难为长久，不停给你灌输分封制的好处，想让你开历史的倒车。历史上就是因为他，扶苏才会变得那么蠢，被一道假圣旨活活逼死。而接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你，又怎么会被他那点东西轻易洗脑？可是当你想跟着老登辩证一番的时候，竟不知如何表达。毕竟相隔1000年，后世很多字义都发生了极大改变，用白话说他们又听不懂，这让你心头火起，不自觉想起了一位伟人的话：真理永远在大炮射程之内，而老家伙正好又在自己拳头范围之内。于是直接对着他的脑袋这一顿胖揍。现在的你爆发了无穷的热情，是要将拥有200多种语言的小球彻底一统。嬴政也听厌了淳于越的逼逼，打断他的话头问道：说吧，为何要打淳于太傅？见你不回答，便开始教训。就算是理念不合，也万不可对师傅动手。如此忘恩负义的行径，日后何人还敢传授你知识？你闻言眉毛一挑，儿臣明白了，这就与太傅道歉。嬴政看到自己教育得很成功，满意点头。一旁的淳于越也嘴角翘起，公子又怎样，还不是要给我弯腰道歉？儒家理学果然是大道。只见你转身对着淳于越说道：抱歉太傅，是学生错了，日后定当深入学习您推崇的分封制。此话一出，郑哥原本自信的表情瞬间就僵在脸上。什么？来人呐！拉出去，废除太傅一职，送回乡下养老。你嘴角翘起，你太了解这个便宜老爹了，深知他最忌讳的就是分封制。既然淳于老先生这么关心大秦的延续，就将家产充公，留下一个为国为民的名声吧。淳于越僵在原地，1个时辰不到就经历了无辜挨揍、丢掉工作、家财散尽3件大事。你暗笑，这就是最经典的人活着，钱没了。等淳于越一脸绝望地退出偏殿，原本已经散朝离开的李斯走了进来。禀陛下，任嚣和赵佗已经抵达军中，顺利接管大军，何时再攻百越，需陛下定夺。嬴政点头，这件事还是要考虑周全，绝不能再出差错。这是此次贪污受贿案的案宗。李斯说着递上来一盘子竹简，其中共牵扯梁毛、卢生等460人，他们将征缴到的粮食暗中送回粮价升高的咸阳等城，大赚了一笔。随后在长沙郡等待2日，以后续收缴的粮食送往大军。这460人多为儒学方式一脉，并且看着犹豫的李斯，嬴政脸色一冷，儒学就杀不得了。李斯低头说道：其中几位主谋与丞相关系匪浅。还真是我的好丞相。这时一旁的你忽然不知道又抽了什么风。这群蛀虫竟然敢打军粮的主意！父皇，此事让儿臣去处理。
必定要杀光这些道貌岸然的老家伙。够了！嬴政冷喝一声，瞪着眼睛想要发怒。10来岁的小屁孩，怎么动不动就是杀这个杀那个？这要是流传出去，以前营造的仁德人设岂不全崩了？瞪了半天，却又无奈地叹了口气。你别说，这小子大病一场后才真是像朕了。以前他那副事事犹豫不决的模样，真不像是自己的主。你小子又想干什么？有话就说，别整天演来演去的。这一弄直接将嬴政腾升的怒气打断了，也回复了不少理智。你嘿嘿一笑，还是父皇英明啊！我只是觉得460人是不是太多了？咱们是不是少杀点儿？这样史书上也不会有损您千古一帝的形象。谁知嬴政听后不仅没有释怀，反而怒气再起。你的意思是他们犯了错，我不仅不能罚，反倒要为了后世的看法放过他们？你愣住了，这便宜老爹解析话语的角度还真是独到。明明是为了他好，不想他因为焚书坑儒被后世骂个几千年，这样一解析自己反倒是在帮那群方士求情了。你一时接不上话，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就听到嬴政冷声说道：“就听扶苏公子的，为了后世的看法，人拉去活埋，留下的书全给我烧了。看这个后世能从哪本书看到此事？”听到此话，你目瞪口呆。好家伙，原本只是坑儒，自己这一劝，愣是把焚书也给劝上了。要是按照扶苏原本的性格，见到嬴政发怒后，肯定就不敢多说了。但你却不一样，换了副面孔，厚着脸皮跑到嬴政旁边，又是敲腿又是捏肩。臣绝对支持父皇的决定，要杀光他们。不杀光他们，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维持将士们的在天之灵。朝堂之上如果放纵了这种人，日后谁还敢在战场上勇猛杀敌？谁还会一心为国？堂堂大秦岂不慢慢被这些败类蚕食一空？这王婉那个老东西，从您亲政开始倾力辅佐，劳苦了大半辈子，那也是该死。虽然他没有明确参与此事，但是识人不明，举荐了贪官就应该连坐，超级家产筑起9族，如此才能血心头之痕。你满脸狠辣的帮嬴政出主意，嬴政看着比自己还气愤的你，不知怎么的，好像也没那么生气了。嗨嗨，王婉只是想支持儒学一派的思想，推崇仁爱礼仪治国，所以提拔了这些人，倒也没真的参与贪污军粮。他从先王时期就为朝廷效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能说杀就杀？如此岂不寒了忠臣廉臣的心？治国是要带脑子的。你别整天打这个杀那个的，暴力除了造成更多矛盾，别无是处。你顿时一副惊为天人的模样。哦，原来如此啊，还是父皇英明。随后又一脸求知欲地盯着嬴政。那这400多人，嬴政满意的笑容还未落下，就僵在脸上，自己这是被反将了一军。站在台下的李斯差点笑出声。公子简直是聪慧过人，竟然把这位千古一帝拿捏得死死的。此举顿时让嬴政再没了教导的兴致，狠狠赏了你一个脑瓜后摆了摆手。此事日后再议。带着李斯离开，嬴政却忽然认真地问了一句：这些日子你几次提到要入伍从军，为何？你嘴巴微张，犹豫了半秒，还是笑嘻嘻地回道：儿臣只是想要长长见识，看看我大秦无往不利的威武之势。你没有说实话。难不成告诉他自己没有安全感？日后朝堂上最大的2个势力集团会硬生生逼死自己。嬴政听后点了点头，倒也没说什么，只是看着你离开背影，眼神微微眯起。待你走后，李斯再次折返。陛下，那460人如何处置？嬴政面无表情道：助谋夷3族，其余之人除去连坐，只诛罪首。李斯诧异抬头，没想到嬴政竟然会这么仁慈。要知道，这种触碰国家根基的事，不管是放在以前的七国还是周王朝，都要除去9族震慑世人，如此才能防止再有人敢犯。往日嬴政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这次却仅仅因为公子几句话便放过了数百人。看来公子在陛下心中的地位很是重要啊。紧接着，嬴政又看似随意地说了一句：听说公子近些时日总是往蒙残府上跑，与其他武将关系也都处得不错。以前亲近的文官一脉，现在却不怎么搭理了。还真是小孩子心性啊，喜好说变就变。李斯一时不知此话何意，只能低头谨慎回道：小时候崇尚儒学礼智，稍大些总是会被铁血军武吸引，想来等公子再大些，就会懂得均衡之道了。谁知道嬴政听后哈哈大笑了一声：是吗？那就好。我还以为是你们文官一脉对我这个长子有什么意见了呢。李斯只觉得脑海一炸，近3个月的所有事情好似都有了头绪。御史大夫被废，郎中令被废，王婉的儒学一脉开始出现各种状况，那些身居要职的人一个个在快速消减，再加上这次的事情，文官一脉几乎是重新洗牌。李斯一直想不通是何缘由，现在才明白都是因为你的关系。如今废儒用法，王婉下台后必定是李斯为相，朝堂上法家也会慢慢掌握主动。嬴政这是在敲打他，让他谨记这天下是嬴家的天下，他们这些臣子全都是嬴家的臣子，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地位都是嬴姓赐予的，莫要将自己放得太高。李斯咽了咽口水，3个月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公子那场大病难道还有什么内幕不成？自那之后，你彻底远离了文官一脉，嬴政的心态也发生如此改变。李斯猜不到是何原因，只能匆匆表示忠心。此话过后，嬴政便让他退下了。望着满轮明月，嬴政
正眼中满是忧虑，这个最喜爱的长子这些时日越发不对劲，不再将那些父子君臣的道理挂在嘴边，脸上也总是挂着笑容，每天嘻嘻哈哈的不当回事，父子之间的亲情味更浓了。可嬴政从小便在朝堂上与百官斗智斗勇，揣摩人心，又怎么会看不出你笑容下面满是焦躁，好似有着什么危机在不断威胁着你的生命一样？嬴政猜不到是何原因，但能感觉到与你想要参军有关，好似只有到了军中你才能获得短暂的安全。同样望着月亮的还有回到寝宫的你，来到这里已经3个月了，你不仅没有融入其中，反而越发显得格格不入。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亲人朋友，心中真实的想法与苦难无人诉说，每天醒来便要装作一副与周围人同样的心态，吃着难以下咽的食物要跟其他人一样高喊美食，看到千里外送来的水果要装作第一次见的惊讶。更痛苦的是上厕所时用小木钳，幸好这具身体没有痔疮，不然自己岂不是每天都要经历生不如死的过程。emo了好一会，你才转身回到房间，两个14、15岁的侍女已经点上烛灯和熏香，见到你走来就上前为你褪去衣物。走到床边，被窝里一个身材凹凸有致的少女已经帮你暖好了床，你看着这一幕狠狠咽了下口水。跟古代也不是没有好处。痛苦烟消云散，你十分和谐地融入了这个世界，满脸兴奋地钻进被窝，对着满脸羞红的少女探索挑逗。就在你乐不思蜀的时候，脑海中响起叮咚一声，成功改变焚书坑儒历史走向，获得3次抽卡机会。边关将士卡数量10，皇宫侍卫卡数量2，谋士卡数量1。这便是你带来的系统，每次改变历史便会奖励抽卡机会，而抽到的每张身份卡都代表着现实里一个对应的人，掌握这张卡就掌握了对方的忠诚与生死。3个月前，你发现前身是在喝了一碗汤后被毒死。这3个月来，你不断试探身边的人，却没有发现一点可疑的迹象。越是如此，你越是恐惧。史书上对这次可是没一点记录。现在的秦始皇正值壮年，是威慑力最强大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给他的长子下毒？从那天起，你便无时无刻的提防着，别说吃喝了，就连床上的小侍女自己也只敢斗一斗，生怕再进一步会中了什么歪门邪道。后来你发现自己觉醒了系统，就开始尝试，在成功抽取到10名边关将士卡后，就绞尽脑汁的想要去军中。只有在这些被系统认证的忠心将士身边，你才能有足够的安全感。更何况你迟早是要被发配去北边修长城的，能早些过去也好，熟悉环境，拉拢人心，不至于到时候接到赵高的假诏被逼死。摇摇脑袋，挥手将已经快脱光的小侍女推下了床，在对方幽怨的眼神下，还顺手拉上了床幔。你转头看向虚拟屏幕，上面只有简单的几行字：改变历史，获得身份卡抽取资格，历史改变程度越激烈，获得抽取的次数越多。持有边关将士20张，皇宫侍卫2张，谋士1张。这些身份卡划分在不同的3个区域，但都是背面朝上，除了一些神秘花纹，看不出任何信息。下方有一个对话框，可对未翻开身份卡人员发布信息，每条10金。你看到这就是一阵牙疼。要知道，作为秦始皇的长子，你的月钱也不过百枚秦半两，而这个时代的金子并不普及，大多只在上层社会流通，持有金子更多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于是你厚着脸皮找蒙恬要了一间街头店铺，将其修整一番，起名去格，专门卖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顺带卖情报，就是为了赚点钱好跟下属沟通。你没想到都穿越成千古一帝的儿子了，竟然还在为钱发愁。你咬着牙将从月之族人手里骗来的10金拿出，点开谋士一栏，选定唯一的身份卡，说了一句：以最快的速度来居阁找我，到了就说是来应聘掌柜的。你说完后停顿了2秒，对话框微微一亮，系统人性化的在下边提示了一句，对方已读不回。虽然郁闷，但你还是满心期待。谋士会是谁呢？不会直接就来个韩信吧？那也太刺激了。不过韩信应该算是武将，好像也不属于谋士一类。翌日，你舒爽地钻出被窝，享受了几个侍女细心的梳洗过后，拿起小竹扇悠哉悠哉向朝阳殿走去。今天是嬴政校考孩子们学识的日子，虽然你的前身早已达标，嬴政特批你可以不用参加，但你还是早早的赶来要一起用早膳，毕竟这顿饭可是最安全的，谁也没办法在这上面做手脚，自己可以敞开了吃。而且给始皇做饭的大厨还总会有新点子，除了直接烧烤的肉类，他们也会换着花样弄些蒸煮类的食物，撒上细盐葱姜，就算没有辣椒，自然味道也很是不错，起码比自己平日吃的强多了。等你走进大殿，没想到两边已经整整齐齐的坐了10几个皇子，你顿时无语。当皇子也这么卷，我都来这么早了，你们不需要睡觉的吗？看到你进门，其余皇子整齐的起身行礼。大哥，你点头，看着唯一没有搭理你的胡亥，双眼眯起。今日校考好好表现，等结束了，我带大家出去玩。此话一出，皇子们纷纷浮出期待的神色。以前的大哥只会教他们仁孝礼替长兄为父，每次见大哥，这些皇子们都是不情不愿。但3个月前，大哥突然变性了，不仅偷偷带他们出宫玩，给他们买各种好吃的，再去阁中还拿出一大堆有意思的小玩意让他们玩。从那之后，皇子们每月都十分期待见大哥的这天，也只有这天他们能名正言顺的出宫玩耍。此刻，就连跪坐在最前面的胡亥神色都有些动容，他也很想融入到这个欢乐的大家庭，可不知道为什么，从上个月开始，以前对兄弟姐妹一视同仁的大哥突然搞起了歧视，给所有人都买了糖葫芦，唯独不给他买，还几次明着说不喜欢胡亥，让他不要跟着自己。莫名的针对在胡亥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极大的阴影。果然，你话未说完就邪恶一笑，胡亥除外。顿时，这位才9岁不到的稚童一双大眼瞬间就蒙上了水雾，他倔强的仰着小脸，呜咽着反抗着命运的不公。不去就不去，说的跟谁想去一样。你看着马上就要哭出来的胡亥十分满意，谁让你日后那么狠心，将几10个兄弟姐妹杀了个干净？要怪就怪自己太狠啊，这就当是
赎罪吧。你欺负完小孩很是舒爽，背着手得意地走向了右侧的第一个暗桌，越过一众弟弟妹妹，你在一声声大哥中逐渐迷失自我。而胡亥也终于在越想越气中忍不住哭出了声。他身后的那名一直沉默的宦官急忙上前想哄好胡亥，陛下马上就到了。被他看到胡亥在这哭哭啼啼，肯定会留下柔弱的印象。宦官心中焦急，暗想扶苏公子的心计果然歹毒，幸好这次他受赵高之命一同前来，防备着胡亥公子受欺负。并未惹着您，您怎么能随意欺负？如此作为，实在是有被您宽厚仁德之名。宦官直言不讳地指责你，你脸皮极厚，丝毫没有在意一个宦官的话语。可谁知道这宦官见你不回话，竟然再次出口说教。这次就算了，如若日后您再敢欺负我家公子，我必递上报给赵公，让启禀报给陛下。宦官威胁道：“到时候就算是您贵为公子，只怕也少不得责罚。”宦官继续说教，你满脸的笑容随着宦官的说教威胁逐渐消失。那宦官眼看自己压制住了气焰嚣张的你，很是兴奋。公子不要担心，有我在这儿，谁也不能欺负你。就算是公子扶苏也惹不得赵公，您拜赵公为师是最正确的选择。宦官自信满满的对胡亥说。一旁的胡亥眨巴着眼睛，露出了解气的表情，还瞪着眼睛对你做出凶狠的模样。谁想你一言不发，直接向殿外走去，这让宦官更加得意，胡亥也越发开心。其余公子却都神色凝重。赵高越发得宠，手下的竟然都敢说教皇子了。年龄仅次于你的公子犟驴和公子高对视一眼，今日一个宦官敢说教皇子，明日岂不是敢把持朝政？就在众皇子憋愤之时，门外忽然响起了侍卫慌乱的吵闹声，紧接着众人就听铮的一声，下一刻，面无表情的你竟然拿着从侍卫手中夺来的长剑走回殿内，你脸上看不出一丝怒色，只是冷冷的将长剑举起，猛然一掷，长剑化作一道黑芒，狠狠刺入了宦官的左肩。瞪大眼睛的宦官根本没想到，才不过13岁的你竟会如此狠辣，仅仅因为几句话就要当场杀他。剑刺穿了肩胛，剧烈的痛苦让他猛然清醒。宦官此刻才认清了自己的位置，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谁也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果断。面对挑衅自己的宦官，一言不发就痛下杀手。宦官被这一剑吓破了胆子，看着迎面追来的你转身就跑，死亡的威胁让他速度大增，竟然绕着柱子躲过你向殿外跑去，眼看就要逃出升天，门外却又是一柄青铜利刃出现。这一剑可不像你只是想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众皇子只看到寒光一闪，那名宦官的小腿就齐齐截断，宦官痛苦嘶吼着跪倒在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你都愣在原地，而出手的那名侍卫却好似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面无表情，斩断宦官的小腿后还对你恭敬地行了一礼。你脑子一炸，难不成这位就是昨晚抽取的2名侍卫之一？同样看到这一幕的还有刚刚走进院子的嬴政，眼看侍卫就要上前再补上一剑，始皇一怒，住手！2声住手一前一后，终于是在利刃插进宦官脖颈前拦了下来。你的眼角却忍不住抽动了2下，你明显看到那名侍卫听到始皇呵斥时没有丝毫反应，长剑是在你的声音发出时才顿了下来。你此刻无比确定这就是效忠自己的一名侍卫，只是刚才那一幕不知是否被嬴政留意到了，如果让他起了防备之心，可就坏事了。混账东西，谁允许你在众皇子面前拔刀杀人的？嬴政怒不可遏，一把夺过了侍卫手中的长剑。侍卫被夺下武器后跪倒在地，却一声不吭，丝毫没有提及是你想要杀这个宦官。眼看始皇皱起的眉头，杀意聚集，你急忙上前。你可不想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忠诚下属，因为一个小小宦官就损失一位。下一刻，众人就听到了一声凄厉哭喊：父皇，你可来了！儿臣好惨啊！你可要为我做主啊！一众皇子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刚刚一言不合要举剑杀人的大哥，现在却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这个宦官心思歹毒，以毒舌为利剑说，而臣表里不一，仁德温润，全都是装出来的虚伪做作，还污蔑儿臣欺负胡亥，要让赵公到你面前参我一本。我上个月还带着胡亥出宫游玩过。更可恨的是，他说认了赵公为师，日后可以在这皇宫里横着走。儿臣被他训诫一番，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深觉自己没有脸面待在咸阳。父皇，还是将我发配军中吧。随着你哭哧的一顿输出，嬴政满满的怒气成功的化作了跳动的眼皮。他看着身上一尘不染的你和浑身血迹凄惨模样的宦官，压住怒火问道：你内心受到伤害，那他呢？你急忙回道：儿臣所说句句属实啊。你一看嬴政不信，立刻转身指着一众皇子说道：父皇，不信你问大家，他们可都是亲眼看到的。问犟驴，他最老实，从不敢说假话；不行问嬴高，他最聪明，肯定不敢骗你。此话一出，众皇子急忙闭上了嘴巴。无辜的犟驴和嬴高站起了身，嬴政眯起双眼扫视他俩，本就对这个老爹十分惧怕的2人腿都在打颤。真问你们，这宦官可有说嬴宣表里不一？他们不打算包庇你，只想如实说话，可到了嘴边才发现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你只不过是在描述中换了一些意思相近的词语。公子高不敢犹豫：为父啊，这宦官刚刚确实说大哥有被仁德之名。得到证实的嬴政顿时眯起了双眼，他还真不信一个小小宦官有这种胆子。他可有用赵高威胁嬴宣？犟驴也恭敬回道：确实说过会报赵公上报父皇，责罚大哥的话。剩下的就不需要问了，只这2条就足以定这个宦官的罪。可嬴政还是无法理解，一个小小宦官是哪来的勇气？继续说。犟驴继续讲述道：他还说胡亥拜赵公为师是最正确的选择，就算是大哥也不敢惹赵公。从今天起，谁也不能欺负胡亥。嬴政听到此处已经是面无表情，他看向已经被吓得不成样子的胡亥。年幼的胡亥还不知道父皇在意的是什么，只能照事实说话。二哥三哥说的不错，
确实如此。此话说完，嬴政在看向地上惨痛哀嚎的宦官，眼中已经没有了一点仁慈，只冷冷地说了句：“拖下去。”闹剧结束，嬴政坐于台上面无表情，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御膳房已经送来早膳，你恭敬地对始皇行了一礼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吃。嬴政看着这个丝毫没有心理障碍的长子，有些无奈。大殿里那宦官留下的血腥味还弥留不散，一众皇子早已经没了用膳的心情，只想赶紧回答了嬴政的教，考好离开朝阳殿。唯独你那是百无禁忌，反正校考也考不到你，只顾着埋头大吃，边吃心里还一边吐槽：小说都是骗人的，还穿越到古代各种做火锅吃螃蟹、蒸煮烧烤吃香喝辣的，简直就是胡扯。没有辣椒麻酱吃麻酱，只有细盐葱姜调味，你能把火锅吃出美味来真就出现了。还是得让这的大厨发挥，这浓汤煮鸡就不错，香味浓郁，肉质入口即化，比自己前天做的那锅蛋猪鸟的火锅强100倍。呼哧呼哧往嘴里塞的你丝毫没有发觉，朝阳殿内早已经是安静无声，所有人都嘴角抽搐的看着食欲大开的你。嬴政都纳闷，大家都是一样的菜，为什么唯独你吃的这么香？2声生硬的咳嗽总算是让你收敛了一点，你赶紧往嘴里塞了一口，正襟危坐，闭着嘴巴嚼。嬴政瞪了你一眼，今日校考就以近日南法百越为题，你们各抒己见，以法越对国对民的好处与坏处分别列举。老二姜驴率先开口：回父皇，法越可扬我大秦国威，震慑4周群雄。老三嬴高也跟着说道：回父皇，法越可将我大秦疆域直达南海，从此大秦南侧再无威胁，只需防备北方与西方，需要镇守的边界减少，国家与百姓的负担也能减少很多。嬴政点头，老三还算有点脑子，老二那完全就是个木愣。接下来一个个皇子纷纷出口，你有一嘴没一嘴的吃着，嬴政也不理会，直到最后胡亥开口：儿臣认为法越对我大秦有大利，但其危害也不小。此话倒是让听了半天吹嘘法越好处的嬴政眼前亮了一下。各种好处众位哥的们已经说过了，儿臣只好说一下其中危害。胡亥见嬴政轻轻点头，得到了肯定后越发自信，抹了把脸上的泪痕。攻下百越不难，以我大秦的凶猛锐势灭百越不过弹指间，真正难的是攻下之后如何治理。以现在的郡县大小，百越应当划为4郡，可这4郡远离咸阳，政令传递不及时，而当地又大多是些愚昧蛮子，很大可能是攻下后不听大秦令，甚至万一我大秦再有战事，会在背后反叛闹出乱子。见嬴政不断点头，胡亥越发兴奋。那你可有想法如何治理百越？胡亥继续依照赵高教的策略说道：儿臣以为，在攻下百越后，应当留大军在原地分散治理，在军事治理下延续数十年，教化南蛮，如此即可得到一个安稳的南方。6国已平，天下无事。再留下100万大军，不仅是对国家百姓的负担，更会留下不小的隐患。50万大军留在百越，可谓一箭双雕。嬴政听着是越发满意，这正是他的想法。没想到胡亥在赵高教导下已经有了这么大的进步，可还没等嬴政夸奖一声，冷哼便已传出。嬴政顿时憋着火气看向一旁的你：怎么，你有高见？只见你傲然坐起，咽下最后一口食物，对着胡亥说道：我不知赵高是如何教你的，那你自己就不长点脑子吗？只知道生硬照搬他人想法，何时能有自己的理念？这一顿喷不仅让恢复了一些信心的胡亥再次接近崩溃，就连嬴政都有种被嘲讽的感觉，好似自己也在被骂之列。但你丝毫没有察觉，继续说道：南伐百越，说到底不过是陛下未完成一统天下名传千古的雄心。此战不仅师出无名，劳财劳民，将士们水土不服，更是会死伤惨重。这全都是为了满足当今陛下的私欲。皇子们都震惊地看着大哥，此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他不想活了吗？可接着你话锋一转，那群文官必定要这样说，父皇我演得像不像？嬴政一时瞪大了眼睛，这个翻转差点折了所有人的腰。你嘿嘿一笑后继续说道：可他们哪知道父皇的想法？一群眼界浅显之辈，父皇背着如此沉重的压力伐越，为的可不是一时之利一世之名，为的是大秦世世代代的万世传承。他们只看着眼前，而父皇看的却是100年1000年之后。慷慨激昂的演讲不仅把一众皇子吸引到了，就连跟着嬴政伺候的小宦官也瞪大眼睛看着你。百越本就为大周的边将臣民，与楚交集密切，灭楚之时，百越还曾一同出兵抵抗。今我大秦收拢旧土，灭6国，平天下，重聚9州。如若丢下百越放任不管，那些散落的部落迟早会凝聚成一个新国，到时候他们还会认为与中原是一体的吗？只怕从此之后，我大秦周边就又多了一个猛虎环伺。百越贫瘠，人口稀少，森林遍地，粮食无法大面积耕种，打下他们哪有什么利益可图？为的是什么？为的当然是我大秦南方的子民不再受战乱之苦，为的是后世子孙们不用分心难顾，为的是天下百姓500年得来不易的安稳。你的讲述让一众皇子热血沸腾，就连嬴政都忍不住叫一声好。而对于那些南蛮越人来说，此举是帮他们取势开化。我们待续细数，种子、文化、礼仪都是在帮助他们摆脱野性。说是伐越不如说是扶贫，我大秦将士去帮助他们开垦田地，种植农桑，让他们不用再靠天吃饭。稍有灾祸族人便会死伤惨重，父皇此举实乃仁德，但是就算父皇再仁慈，也绝不会将大军完全留在百越。6国出品，各国王室父皇又不忍心诛杀，文字货币的统一还没有实行到位，各地百姓就诸侯国的思想也未能转变。北方还有强敌匈奴，东吴虎视眈眈，此时国内秩序安稳，北方匈奴不敢南下，西边羌族不敢东进。看似祥和一片，实则处处隐患。老秦人已经为了各地的安定多次外迁，如这时北边出现动乱，牵扯出剩下的大军，国内便再无可震慑人心之师，万一有人作祟，岂不坏矣？
你的一通叙述不仅清晰地摆出大秦国内的局势，更是将周边的威胁一一点出，甚至连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在内。就连嬴政都不得不压下心中的火气。这小子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可自己的决策思路已经说了出口，让小宦官告诉赵高去执行了呀，总不能打自己的脸吧？嬴政下意识扫了一眼身旁的小宦官，要不要趁着没传出去灭口呢？小宦官听得正起劲，忽然感觉后脊一阵发凉，看到在场众人已经被自己策论折服的你，傲然一笑。本高材生熟读历史，那是跟你们开玩笑呢。嚣张的你更加肆无忌惮。其实儿臣不善治国，儿臣之长在于统兵用兵之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兵战为下，心战为上。如若父皇能让我入军，儿臣必定能以最小的代价收复百越，助父皇完成心愿。嬴政看着这个再次展露璀璨光芒的长子越发满意，可这小子为什么非要入军呢？嬴政不想打击你的积极性，没有理会。谁知刚刚险胜成功的你有些飘了，想趁热打铁说服始皇让自己从军。只见你眉毛一挑，父皇，今早我可是听到消息，说伐越大军上次只动了数万人试探进攻，剩下的大军在岭南外围隐藏驻守，先遣人员摸清了本地各种路线后，才准备正式开始伐越。小规模尝试进攻，佯装惨败，调出朝廷蛀虫，此一举两得的计谋，不正是儿臣所处？这还不能证明儿臣有能力入军吗？众皇子顿时震惊，原来大哥早已经开始为国出谋划策了吗？谁知嬴政面无表情，那只能证明你的想法还不错，与朕的计谋相差不远。你顿时瞪大了眼，这个便宜老爹好识无耻。嬴政却也不甘示弱，双眼眯起，竟然敢当众将你老爹的军。既然你这么自信，那朕就考考你，只要这几个问题你的回答能让朕满意，让你去参军又有何妨？不过你要是答不出来，儿臣随便您收拾。你双眼已然亮起，开玩笑，自己熟读历史，大秦数百年来的各种军事战役记忆深刻，可谓上知天文下知地，只要你敢问我就敢。这下日军算是稳了。可接着你又有些忧虑，咸阳的伙食我都嫌弃，这到了军中岂不是条件更差？只是一想到那碗毒死前身的药，你还是摇了摇头。算了，还是以安全为主。到了军中发明一些东西，改变几次历史，用系统召集效忠自己的人，就不用整天小心翼翼。而且为了日后安全，早日掌控军队，早日放心，哪怕到时候再回来也无所谓。嬴政看着一脸志在必得的你，冷笑一声：“那朕就问问你，骊山大军耕种的土地亩产多少石？”话没说完，你便已经整理出了答案。骊山大军乃拱卫京师的精锐部队，人数在……等等，多少石？你的微笑凝固在脸上。嬴政嘴角笑容扩大，好似不在意的继续问道：“咸阳四周的百姓一年耕种能攒下多少粮食？”嬴政装作有些惊讶的看着你：“不会吧？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答不上来？没关系，朕再给你次机会。将士每天行军40里，要消耗掉多少粮食？携带5000马匹，又要吃掉多少草料？”你懵逼的愣在了原地，史书上也没记这些啊。你有些可怜的望着嬴政，却看对方脸上笑容放大，手中却已经举起了那熟悉的长棍。父皇，轻点儿！发泄过后的嬴政心情舒畅，平退了一众儿子后，换来了赵高。今早跟着他的那个宦官是你安排的？赵高在来之前就已经听闻朝阳殿发生的事，心中已做准备。是微臣安排的，微臣只是想让公子少受欺凌，却没想到那奴才这么大胆，竟敢顶撞嬴宣公子，实在是找死！嬴政漠然的脸上看不出丝毫喜怒，随意说了一句：“看来你也是好心，只是那宦官断了条腿，以后的日子只怕不会太舒服。”赵高心中一凛，立刻回道：“陛下放心，微臣一定让他日后无忧无虑。”嬴政点头，这才对着刚刚出手的那名侍卫说道：“你可知罪？”侍卫跪地行了一礼，却依旧没有说话。嬴政一拍桌子，有些恼怒：“话也不说，这么忠心，那就革去职位，打20大板！”侍卫低着头再次叩首，四周的人都暗自可惜，这小子年纪轻轻便本来前途光明，可今日帮嬴宣公子这一下葬送了数年努力。嬴政一甩袖子站起了身，临走前却撂下一句：“对了，嬴宣不是也没个幕僚吗？挨完打找他去吧。”此话一出，那侍卫猛然抬头，大喜过望，谢陛下隆恩。目送嬴政离开，赵高也慌忙转身离去。如今陛下近乎已经是明着偏向你了，宦官只是招惹了2句便丢了性命，出手帮助你的侍卫也是明将暗生，直接成了你的近臣，喊他来完全就是为了敲打一番，还让他亲手处置手下。只此一招，日后就再也没宦官会对他死心塌地了。赵高感叹始皇够狠啊！朝阳殿外，你捂着屁股有些不甘，就差一点啊！但凡嬴政问一个关于战事方面的正常问题，你的从军的愿望也就实现了。现在倒好，先生失败不说，还白挨了一顿揍。不行，看来得转变战略。老头子为什么不想让我去参军呢？是怕我长军全造反吗？没错，一定是这样。他对分封制那么防备，很可能也担心我割据一方。看来我得想办法让他相信自己才行，得表忠心，让他觉得我只是去玩一圈就回来。你暗自点头，认为自己已经摸透了始皇的心思。其实你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敢在千古一帝面前这么蹦跶的。当时你刚刚搞清楚环境，想融入这个时代，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的，生怕不注意惹怒了这个暴虐的千古一帝被拉出去烹了。可慢慢的，你发现这个便宜老爹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残忍，对待有功之臣也从未因为对方不认可自己的观点而肆意杀戮，最多也就是弃之不用，没才能的打回老家，有些才能的就发到
到偏远地区，让他们燃烧余热。看多了你就明白，这个始皇和史书上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并且他的思想一点都不古板。自己刚来的时候死活想要把名字改回来，不过是厚着脸皮磨了几次始皇就同意了。简单的你都有些不可置信。要知道，在这个时代改父亲定下的名字，就好比要自立门户，跟指着老爹的鼻子大骂没什么两样。可这位千古一帝愣是没有多说什么，除了第一次听到有些接受不了，揍了你一顿，后来哪怕是咬牙憋着怒气，也还是体恤的点头同意，这让你很是感动。从那之后，你就决定离开前一定要报答嬴政，首先就是要解决他的便秘问题。你几次见他用1指宽的木剪擦屁屁，很是痛苦，就怀疑他得了痔疮。毕竟整日不是坐在王座上，就是坐在椅子上，皇帝只怕是历史上第一个整日坐办公室的职业，患病概率确实很大。而且木剪这东西用的你也很是痛苦，上面的小倒刺是你最大的敌人。于是你决心改变这个世界的第一件发明，就从造纸开始。博览群书的你可是什么知识都略有涉及的，这么天才还愁造不出个纸来。你带着一众弟弟向宫门走去，瞥见了独自站在墙角委屈巴巴的胡亥，不知怎么忽然就心软了下。想来就跟紧，别把自己弄丢了。随后便头也不回地带着众人离开。而胡亥愣了一下，似是不敢相信，他有些纠结，自己很想吃糖葫芦玩具阁里面的玩具，可毕竟刚被大哥排挤过，他说一句话自己就贴上去，岂不是显得很没骨气？这时站在最后的江驴看了他一眼，见他跟2步又停下来的纠结模样，顿时笑出了声。看什么呢？还不跟上？那毕竟是亲大哥，又怎么会真的讨厌你？一定是你前段时间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他才想教训一下，让你长长记性。现在大哥气消了，你还有骨气起来？江驴的话成功点醒了胡亥。对啊，大哥以前对我可是很宠溺的，是什么事才导致他性情大变疏远了自己呢？他豁然就想起了那名宦官提到赵高时你冰冷的脸色，瞬间明白了什么。你带着一群小弟嚣张地走到皇宫大门前，在等待开门的时候，手中竹扇不停敲打额头，怎么总感觉好像忘了点重要的东西？直到看见热情打招呼的禁军中尉，才猛然想起那名效忠的侍卫可还等着受罚呢。宫内无故行凶，最少也要挨几10大板，这要是真打完人都废了。不行，自己得用点超能力帮他。你对着走来的中尉露出了真诚笑容，熟练地搭上了对方的肩膀，从怀里摸了半天，掏出一枚金饼。犹豫了一下，还是塞给了中尉。此举顿时让中尉大惊失色，他哪敢收长公子的贿赂啊！公子莫要折杀我等，您有事尽可吩咐，我等必定万死莫辞。可你哪里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人？要底下人做事1次2次不给好处可以，一旦多来几次，你看人家还答应你不？而且作为皇宫禁军，说不定自己啥时候就用到这些人了。现在花些小钱不算浪费。中尉是哪里的话？我这是看兄弟们辛苦，请兄弟们喝酒的小钱而已。你不愿借，岂不是不给本公子面子？中尉听到这里，顿时明白你是真的有私事，犹豫着接下了金饼，但眼睛还是一直盯着你静待下文。果然，只见你摆出一副略显苦恼的样子。中尉不知啊，今早有一名宦官欺辱我等，实属无奈，我只能动手反抗。而朝阳殿值守的那名兄弟看不过去，为了帮我悍然出手，却正巧被父皇看到，如今不知要受到怎样的责罚。我心中倍感愧疚，想帮他，可右左又插不进手，无奈之下只能来请中尉通融一下，听令责罚的时候少用些手段，万万不能让那位兄弟吃太多苦头。谁知这中尉也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一听公子是要保自己手下的兄弟，更不愿意接金饼了。公子，您能体恤我等已经是天赐大恩，我要是再受您恩惠，那就真是畜生不如了。你没想到对方反应这么大，但自己钱都掏出来了。远处守门的侍卫们看似目不斜视，可眼角都死死盯着你手中的金饼。按照规矩，这枚金饼分了可是够他们这些人数年的俸禄了，你又不能再收回去，那样实在是有损自己的脸面。微微犹豫，想到那个宦官还没弄死呢，可不能留下后患。那不如这样，今早那名侍卫砍伤的宦官，你们轮值结束后跑一趟，看有没有办法帮我处理了。能处理这钱就当用钱了，处理不了就当做辛苦费如何？说着，不等中尉回绝，你就将金饼塞进了他的手中，随后回身一挥手，带着众小弟便潇洒离去。中尉看着你离开的背影，一时间感动地说道：“有此体恤下属的公子，我大秦未来何愁不兴？”咸阳城主街道东侧的一家店铺后院，树皮打碎，泡水煮，捣成沫。然后怎么弄来着？想不起来了。此刻在你的召集下，一众小弟都围在一口大锅四周，锅里是煮烂的树皮。大哥这是在干嘛？不知道啊。他说这东西能增加信息传递的效率，还能让天下百姓开智，更重要的是能让所有人的屁股都好受点。胡亥站在一旁啃着糖葫芦，扯着嘴心想：一堆烂树皮还能为百姓开智？当今天下的百姓识字的都少，更别提开智了。你一边苦恼着，一边用棍子捞出了些煮成碎末的树皮。这也没分成纸。算了，想不通就不想了。你从来不是那种难为自己的人。你招呼着店里的伙计，找了块布把这些熬出来的浆倒上去，过滤水分，铺平放到太阳底下，能不能成纸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果然不钻牛角尖就是轻松，造不出来就造不出来吧。报答不了始皇，那我就带着谋士跑了。你看着已经日上3竿的太阳，心想着谋士应该快来了吧。结果你等到太阳下山也没见谋士到来，垂头丧气的回到宫里。刚回到自己的小院，就看到一个身姿威武的男子立于院中。仔细一看，不正是早上的那名侍卫吗？你大喜，急忙上前，声泪俱下的抓住对方的手。公子，我可算是等到你了。谁知那名侍卫惊慌的躲开，弯腰行礼。草民张翰参见公子。你一愣，难不成是自己猜错了？这个侍卫不是系统选定的奖励？可还没等你说话，张翰就继续说道：草民敬
仰公子久矣，一直期盼着能跟随公子左右建功立业。陛下仁慈，一眼看出了草民心思，便急了草民的官位，派来给公子做个幕僚。你一愣，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被抽到身份卡的人员全都是被潜意识不自觉的改变，并没有完全影响他们的个人思想？你有些明白了，看来这个系统完全不介入世界的运行，也不做出任何物质的改变，只是单纯的以潜意识行事，帮助你获得更多忠心的人。你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自己就不用特殊对待，只需正常相处即可，倒也是方便。随意的和张涵客套了2句，就将其安排到一旁的侧屋里住。这人身手不错，当个护卫挺好。而原本激动的张涵，在看到你也将他当做护卫后，一时有些落寞。可这毕竟是他自己选的路，就是跪着也要走完。他恭敬行礼后，便拿着衣物去了偏殿。晚膳时，2个丫鬟用银针试过菜品，你还不放心，将养的狗牵来，每样都喂了一遍才开始吃。吃饱喝足后，你找来梯子爬到房顶一躺，拿着个小茶壶，有一嘴没一嘴的喝着。张涵名字倒是和那位挺相似的，不同的是历史里那位张涵可是这个时代的顶级大佬。在大秦兵临崩溃四处沦陷之时，紧拉着数万囚徒便打废了周文数十万大军，随后更是灭张楚剿齐魏，袭杀更为强盛的项梁，愣是以自己一人之力将大秦从崩溃边缘拉了回来，压下了半个大秦的叛乱。韩不败及秦不亡，如若不是赵高乱政，说不得最后上演个绝地反击呢，那是何等猛将！就连项羽面对他都是抱着破釜沉舟之决心，如若不是遇到了项羽、韩信2个世纪变态，他就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星星。要是自己能获得张涵的忠心，那就算是老头子现在没了自己都不带怕的。你感慨地喝了口茶，可惜系统给的是2个皇宫侍卫，要是那位名将张翰，分类肯定会是将领位，这位应该是个宠迷。你摇了下头，莫要幻想了，还是盼着那位顶级谋士快些现身靠谱。看着硕大的月亮，你心情还不错。点开系统看了看，纠结着要不要再花费10金催那位谋士，怎么1天了还没来？可刚打开就看到系统界面上，在皇宫侍卫那栏，其中一张原本背对自己的身份牌已经被掀开，上面清晰地显示出了这个人的一些基本信息：名将张涵，精通兵法，极其擅长控制军心。嗡的一声，你只觉得脑子快要炸开了一样。房檐下的2名侍女一直轻手轻脚，不敢发出声音，怕打扰了公子赏月的闲情雅致。可没想，突然就听到一阵被茶水呛到的乱咳，紧接着就是一边咳嗽一边连滚带爬打落瓦片的声响。下一刻就看到一直教导他们行事要优雅的你直接从屋顶上滚了下来，起身后不管鼻青脸肿的形象，直接就向侧屋跑去，嘴里还不停喊着可张涵涵张涵。屋内的张涵还以为来了刺客，举着剑跑出来要护驾，可刚一开门就看到漆黑的月色下，一双贼亮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好似夜里的猫看见了老鼠一样，那眼神让他这个7尺壮汉都有些毛骨悚然。只听到一声情并茂的呼喊：张涵啊！你好似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皱着眉抿着嘴，热泪盈眶地抓住了他的双手。张涵一脸懵逼，难不成刚才见面时自己忘了表明身份？看着张涵迷茫的眼神，你露出了一副似哭似笑的表情，解释道：莫要惊慌，我这个人只是比较慢热，你早点休息，需要什么都告诉我。从今以后这里就是你家，万万不可客气。张涵一时摸不着头脑，只能回给你一个尴尬的笑容。你见此强忍着激动，大笑着手舞足蹈地跑开，留张涵一个人在清冷的月光下有些凌乱。自己真的跟对人了吗？公子怎么有点不太正常的感觉？兴奋的你跑回了主殿，压抑着心情，抱着通房侍女便啃了一口。这可是张涵啊，有了张涵我还怕什么？不行，我要从军，我要建功立业。有张涵在，开疆扩土还不是小事一桩？到时候对历史影响大了，系统奖励更多的忠心将士，说不定就能再带出来几个王炸级别人物。你双眼放光，不断盘算着自己的千秋大业，却丝毫没有发现通房侍女已经羞红着小脸，乖巧地解开衣物钻进了被窝。月色撩人，你却无心睡眠。你下意识坐在床边思考，到底怎么样才能说服始皇让自己从军呢？历史上扶苏是因为老和嬴政作对才被发配的，那自己也试试和嬴政作对。就在你沉思的时候，一截细嫩莲藕从被褥中伸出，拉了拉你的衣角。你一回头，顿时被妖物惊住，全身气血上涌，肌肉强度明显增强。在洁白的肚兜引诱下，脑海中的谋略大计被迫中断。果然，美色就是霸业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此时的皇宫内，除了巡逻侍卫提的烛灯，便没了其他光亮。不远处的宦官府外，几个身形健壮的汉子畏手畏脚地摸了过来。兄弟们听好了，这个宦官仗着硬撑腰，竟敢顶撞长公子。咱们不是为了钱财杀人，单纯是为了避免日后宦官做大，帮助公子提前扫除危险。身后几人纷纷点头，一副为大义而来的样貌。随后他们抽出刀刃，轻轻推开院门，中尉却僵在了原地，看着从屋内走出的赵高跟几个亲信相顾无言。赵高看着偷偷摸摸的中尉，也一时摸不着头脑。今日又不是他轮值，带人来这干嘛？他心虚的扫了眼身后半掩着的房门，里面还在散发出阵阵血腥味。虽然是遵照陛下的意思办事，可这是搬不上台面，万一闹大了，只能自己背锅。赵高一时有些慌乱，而中尉也摸不清这位大晚上来宦官府的杂院干嘛。看望受伤的下属，顿时做贼心虚的咳嗽了一声。这么晚了，赵府令还在宦官府处理事务，真是劳苦功高啊。众位也是忙碌，我记得今日好像不是您轮值吧？这么晚了还专门来这巡逻，真是辛苦了。两方都抓住了对方的痛处，现场气氛一时有些尴尬。尸体还没有处理干净，这中尉不走，赵高等人也不敢动。而中尉毕竟是拿了长公子的钱，才不想白来一趟。再怎么样也要看看那宦官记住什么样，好再找机会做掉他。两方就这样尴尬的站在原地对峙了起来。这一僵持，中尉还没傻，赵高倒是有些焦急，自己这是被抓了把柄了，得赶紧将他们打发走，不然越拖可能越事大。于是赵高便摸了摸怀里，却不想今晚出门急，愣是一点钱财没带，无奈只能将
将腰间挂着的木质坠饰摘了下来。这吊坠形如玉佩，却散发着阵阵清甜香气，是他最喜爱的宝贝。可现在紧要关头，他犹豫了2下，最后还是狠心扔向了中尉。今日办事乃是上边的意思，明说不得。中尉若是先开了，谁都落不得好。咱家也不让兄弟们白跑一趟。这墓室乃是楚国王室收藏，极其珍贵，足够兄弟们数年封炉了，就当今日无事发生可好。中尉下意识接住木质吊坠人，却有些懵了，忍不住脱口而出：“你也是来杀人的？”赵高见对方接住，以为自己花钱消灾，却不想对方一句话让他差点崩溃，瞬间就明白对方与自己的目的一样。陛下不可能一件事交给2个人做，中尉肯定就是长公子派来的。他看着扔出去的墓室，顿时悔恨：“你倒是早点说呀，我的宝贝啊！”这个时代赏赐和送礼可没有收回来的道。赵高只能愤恨的摆手，让手下人回屋继续处理尸体。中尉却纠结了起来，这人不用自己动手前还收了2份，总觉得有点心虚啊。他小心的与赵高商量：“府令可否让我等继续不良道？如此也算是不负重托了。”赵高顿时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人都死了，你们想干嘛干嘛，关我什么事？”1刻钟后，心满意足的中尉带着兄弟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赵高却阴沉着个脸：“真不愧是亲爷俩，想的还真是周到，没一个好人。”2拨人走后，皇宫再次恢复了寂静。同样安静的还有皇宫的书山阁，这里相当于秦始皇的书房，里面是一排排的竹简书籍。嬴政坐在桌案前，手持一卷竹简正仔细阅读，在他身前，一个黑衣男子半跪在地。陛下，赵高已带着亲信从宦官府离开，微臣探查已经处理干净。嬴政没有移开竹简上的目光，只是略微点了点头。下方那人继续回报：参与处理的都是他的亲信，而且与那名宦官关系也不错，想来此事过后，对赵高定不会再有忠心。那人微微抬头看了一眼嬴政，见毫无反应，就继续说道：指示过程中，禁军中尉也带着2名散职人员去了杂院，还与赵高正好碰面。除了早上长公子出宫时拉上众尉说了些悄悄话，便无其他动机。直至这句话，才让嬴政放下手中竹简，戳然一笑：这小子倒是越来越长劲儿了。心情好些的他终是看向了蒙毅，安排人多看一下赵高，莫要这位红人宠臣再做了什么出格的事。蒙毅点头称是。臣遵旨。紧皱的眉头却没有放松。果然，下一刻嬴政叹了口气，就再次询问那个问题：3个月了，那碗汤还没查出来吗？蒙毅有些羞愧的低头：陛下，是微臣无能，查到南越之后便再无线索，究竟背后是不是南越之人，微臣也无法确定。嬴政脸色冷了下来：一个小小的南越还没那么大胆子，也没这种能耐将手伸进皇宫。继续查，现在查不清，等大军踏平100月后一点点查，朕就不信对方能一点痕迹不留。不管是谁，朕必须要将其连根拔起，一个不留。蒙毅拱手行礼：是。嬴政也知道此事不易，没有再逼蒙毅。北边现在怎么样啊？蒙毅松了口气，上报道：我们在北边的探子最近损失较大，但还是获得了可靠消息。昌平已经准备今年雨季以前发动大军攻破越氏，将北方彻底拿下。嬴政眉头也是皱起：不能放任匈奴做大，你可有方法破坏对方计划？谁知蒙毅再次尴尬道：原本微臣准备离间匈奴东侧的一些东胡大部族，诱其开战，牵扯对方精力，让越氏能有喘息之机，如此好更多消耗匈奴兵力。可最近不知怎么，不少我们收拢的胡族探子都被发现。是，现在我们对匈奴东侧各大部族的影响力几乎全部失去。嬴政闻言眉头紧皱，他对蒙毅的能力并不怀疑。嬴政亲政之前，情报方面的工作就都是蒙毅在做，如今数年布局却在数月间被人清扫干净，嬴政都有些不可思议。怎会如此？蒙毅无奈回道：微臣猜测很可能是手下有人出了问题，微臣已经在逐个排查了。嬴政没有再追问下去，有些问题需要给下属一些时间。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天空中的明月渐渐被乌云笼罩。各地的6国贵族们最近可老实？问到这里，蒙毅明显放松了些。虽说与各地旧族还有些联系，但发出的信件并无出格之处，算是老实。嬴政叹了口气：杀他们亦有动乱，不杀又是一群祸患，为难啊。边匈奴不断壮大，国内又隐患繁多，大军确实不能留在百越，可将士们都征战惯了。如今的大秦就像是一辆停不下来的战车，如此多的将士留在国内，无战事也是一股呼唤。到底该如何处理？嬴政紧皱的眉头好似闪烁着雷电的乌云，与天空遥相呼应，闪电照亮了整个皇宫。原本已经渐入佳境的你，在雷鸣声中豁然惊醒，看着已经任君采摘的侍女，口水狂咽，双手不受控制的想要继续探索，可理智又不断的警告你，暗中毒害你的人始终没有查处，身边的每个人都有嫌疑，就算是通房侍女也要留心防备。那种事一旦开始，你可不保证自己能留下理智防备危险。又是一道天雷劈下，成功将你的理智拉了回来，你浑身打了个激灵，强压着冲动再次将侍女推下了床。这次别说侍女吧，你自己都暗骂了一声，真不是个男人。看着屋外电闪雷鸣，不知怎么的你忽然就想到，那也不知道谋士到哪儿了，会不会还在赶路啊？那也太可怜了。你忍不住摇了摇头，可惜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没法去接你。你要保重啊。
祝福完的你一头扎进被窝，心安理得的闻着侍女幽香渐渐入睡，只留下床边一双绿油油的狗眼扫视着周围一切动静。咸阳城外，一个身穿蓑衣背着行李的狼狈身影逐渐走近，看着紧闭的城门，他坚毅的目光也不免有些无奈，只能是躲在城楼下避过雨夜。千里来头，也不知道这位少主是何人，到底值不值得？翌日早晨，你在轻柔的亲吻中苏醒，你心里美滋滋的想着，皇二代的日子就是爽。也不知是哪个侍女来喊自己起床，方法真是温柔乖巧，日后一定要将其办了好好奖赏。张开双眼，只见一只硕大的狗头，滚出去！委屈的旺财被吓得浑身一哆嗦，呜咽着跑出了房间。你在侍女的憋笑下狠狠地洗了10次脸才罢休，郁闷的吃完早膳，出门就看见不远处练剑的张涵，顿时所有不满都烟消云散。你脑海中的雄功伟业再次浮现，你有些难耐地搓着双手。虽说对方是系统认证过的忠臣，可你认为那还不够，必须让对方看到属于自己的人格魅力，让对方感受到跟着你混前途有多么的光明，有多强的优越感。只有如此，才能让他们真正发自内心的忠于自己。而创造优越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比他还厉害的人，做出跟他一样的选择。比如一个谋士的效忠。现在张涵还没展现才华，说到底也只是侍卫而已。就算是他自己，只怕也没把自己当做大将军。这个时候来一个传闻中就很厉害的人，当着他的面效忠自己，这不立刻就证明了他的选择有多么正确吗？假如这个谋士再聪明一点，来的时候痛哭流涕，感恩戴德，那张涵必定死心塌地的跟随自己。你只要想想那个画面，就嘿嘿的笑出了声。越想越兴奋，你迫不及待拉着张涵就要出宫。走到宫门前，轮值的中尉看到你就跑了过来。公子您交代的事，昨晚已经办妥，只是办事的时候正巧遇到了赵高，他也是为灭口去的。你一愣，那可是赵高的亲信啊，他怎么会亲自出手？一点小事就杀了下属，他日后还如何笼络人心？你皱眉一时有些不解，难不成高看他了？历史上他在逼死胡亥之后没能窜反上位，也是发现没人支持他。中尉见你没有回话，就继续说道：对了，他一开始以为我是去找他麻烦的，还给了我一个配饰。但我和兄弟们既然已经拿了您的钱，当然就不会再收别人的东西。说着，中尉便将木质的吊坠塞进了你手中。你本不打算要，可一阵似曾相识的清香让你下意识接过木坠。还挺好闻，只是这个味道好像在哪儿闻过。你愣了半秒，想不起来了，再次摸出来一块金饼塞给中尉。中尉百般推让，直到你变了脸色，才恭敬地接了过去。送走了你，中尉身边的侍卫问道：那木锥一看就不是凡品，为何要交上去啊？中尉讥笑一声：你是傻吗？真以为赵高是为了收买我们？侍卫疑惑不解，中尉叹了口气，才继续说道：那等珍稀宝物都是有数的，说不定是哪位大臣送给赵高的。咱们要是拿出去卖，被人认出来了，没法解释不说。万一他过段时间倒打一耙，说是你偷的，你怎么办？到时候只怕百口莫辩。也只有交给公子万无一失，还能再换点赏赐。做人不能太贪，只拿该拿的才是长久之计。侍卫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中尉看着两人的身影，感叹道：张翰兄弟这次算是一步登天了，跟着公子日后迟早留下一番作为。走出宫门的张涵也能明显感觉到，刚刚与兄弟们寒暄一个比一个客气，哪怕是往日与自己不太对付的人，也硬着头皮上前恭维了两句。身份的变动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不同。看了眼一边走路一边思索的你，张涵暗自坚定信念，一定要创下一番丰功伟业。你想了一路也没想清楚赵高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怎么看也没有历史上指鹿为马的大气劲。摇了摇头，还是先搞好自己的事业为主。到了去阁一问招来的管事，应聘掌柜的人还是没来，你失望至极。就在这时，你忽然看见角落里一块搭着布块的架子，上面的白布泛起了一层薄皮，那不正是昨天捞出来的纸浆吗？你急忙走上前去仔细观察，顺着起皮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尝试揭开，只见一张颜色杂乱但质地轻盈的纸张轻飘飘地分离了出来。好家伙，自己还真给造出来了！你自己都有些不可思议。你明明记得造纸的最后一步是从水缸中抄出纤维，没想到这种交到布上的也行。没上厕所的你兴奋地撕下了一块冲向茅房。几分钟后，神情舒爽的你再次出现在张涵面前，纸质虽然还是有些生硬，但相比木简好了万倍不止。用的时候竟给了你一种短时间重回文明社会的幸福感。激动不已的你向张涵与一众伙计介绍，这就是100年之内最伟大的发明——纸。一旁的老管事上前摸了摸，也一脸惊奇。哦，如此轻盈柔软，原材还简单易找，倒是一种如厕的好物品。我们拿出来卖，必定能大赚一笔。只是说它有多伟大，还真没看出来。这个老管事是你从其他店里挖来的，从不在意你的身份，也不像其他人只会恭维。你也是因为这一点才放心的将去阁交给他管理。面对老管事的质疑，你嘿嘿一笑，就是要有人质疑，没人质疑怎么能展现自己的牛逼呢？下一刻，你取来店里的毛笔与墨，研磨过后撕下一片纸就书写起来。往日在竹简和卷布上书写都需要多次蘸墨，写一段话就要耗费不短时间，而你几乎是一口做起，一盏茶不到就写满了字体，随后更是吹了2下就将纸叠了起来。老管家顿时呼喊道：不可！你这样岂不把字体弄花了？平日里卷布书写的信件都是小心晾干，不然稍有折叠就会把字体弄花，等读的时候只剩下一片污渍，什么都看不清。可你不听，当着老管事的面还狠狠按了2下，才再次将纸翻开。下一刻，众人就看到了清晰干净的字体展现在纸面上。老管事顿时震惊无言，经商一辈子的他立刻就明白了这种
东西的商业价值。此物一出世间，当再无竹简的地位。而一旁的张涵也看明白了一些，用这种轻盈便于携带的东西承载文字，要比竹简方便太多，比造价高昂的绢布便宜太多。这简直就是天生作为承载文字的东西。你看这两个聪明人震惊的神色，得意不已。不容易啊，来了小半年了，总算是险胜成功一次。四周的伙计们虽然不懂有何含义，但能从管事和张涵的表情中看出公子的发明很是厉害，满足了虚荣心的你无比畅快，在众人崇拜的眼神下傲然宣讲：这才哪儿到哪儿，这种杂志太多。等本公子研究出纯白色的纸推广天下，便可让更多人读书识字，让更多的百姓摆脱愚昧。本公子要为民开智，为天下开智。此话落下的刹那，一道天雷划过，瞬间照亮了阴沉的天色。一道人影此刻正好走到殿前，他听到了你的话，也看到了天空的雷鸣，一时间心神受到震撼。世间竟有如此胸怀天下之人。紧接着，当他看到那纸质上的文字之时，顿时只觉头皮发麻，浑身的鸡皮疙瘩全都竖了起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4句话好似爆发出了一股改天换地般的气势，压得这人喘不过气来。他喉咙干涩地看着这位不过10几岁的少年，看到的却好似是一位俯视众生、顶天立地的巨人。同样震撼的还有张涵，他震惊于你要为天下开智的豪言壮语，更是震惊于那纸上书写的4句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诗句。此刻他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能追随公子，只怕是自己得来不易的机缘。而这时，在你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后，也发现了门前一身蓑衣的男子。两人对视，你看到对方狼狈的身姿与坚毅的目光，立刻就明白自己等的人终于来了。而那人此刻也非常确定，眼前这个言语张扬的少年便是自己要投靠的人。他曾在路上想过无数次对方的样貌品行，却没想到第一面就会给自己带来这样巨大的震撼。张涵不愧是侍卫出身，立刻就跟随你的视线发现了对方。想到你的话，他没有因为对方衣着褴褛便怠慢，上前一步恭敬行礼：头先是便是公子要等的人吗？你双目放光，开口吧，我的同志，表现出你的激动与泪目，让张涵看清自己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却不想那人在听到张涵说出你公子身份的时候，眼中那坚毅的光芒瞬间暗淡，一丝愕然，一丝苦笑，似是自嘲中又掺杂着绝望。沉默过后，他洒脱一笑，在你真诚的眼神下开口问道：你介意我杀你爹吗？你脑子几乎宕机，差点一口气没换上来把自己憋死。这绝对不是我要等的人，谁家谋士会这么没脑子，张口就要杀秦始皇啊！你果断转身拖下去打死。一旁的张涵已经是目眦欲裂，竟然当面羞辱公子，简直是罪无可恕。听到你的命令，第一时间就抽出长剑便架在了此人脖子上，而那人脸上的苦笑更加明显，也不反抗，闭目等死。你很无奈，3个月才抽出来的谋士却是个二傻子，谁做对不行，要跟自己老爹对着干。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属于嬴政的时代，谁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压下他的光芒。就算你身带系统，所做的一切也是为嬴政死后的乱世做准备。可嬴政不死，又何来乱世？纵览大秦历史，想杀秦始皇的荆轲死了，背后怂恿的燕国被灭了。管是气运还是天意，反正在这个时代跟便宜老爹作对的就不会有好下场。到这里，你已经准备放弃这个谋士了，你甚至已经打开系统，准备观察一下人死了对应的身份卡会不会消失。可突然发现谋士那一栏的身份卡已经翻开，上面的第一行却不是跟张涵等人一样的名字，而是一个醒目的头衔：汉初3杰。只看到这4个字，你便瞬间汗毛炸起，脑中一个响亮的名字呼之欲出。他今年太公兵法，曾亲身策划刺杀秦始皇，在楚汉争雄之中，多次帮刘邦扭转了必败局面，逃出必死的鸿门宴。其后更是一步步扶持刘邦打败项羽，稳住韩信，直至成功建立大汉。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便是对他的评价。后世更是称其为谋圣。你头皮发麻，不可置信的转身看着对方，尝试着喊了一句：张良。那人豁然抬头，原本眼中熄灭的光芒再次亮起。居然知我！得到印证的你顿时深吸一口气：卧槽！卧槽！卧槽！系统这是要干嘛？开局送天胡？武来张翰，文来张良，系统莫不是想要让我造反吧？在你呆愣的过程中，张良却已经想了很多。自己聪明一时，这次却不知怎么的，脑子像是化作了一根筋，满脑子想的都是来投靠此人。在得知对方身份后还不离开，还妄想能遇到撇开世俗的明君，竟然开口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这种白痴行径真是死也活该。他再次自嘲：谁会用一个时刻想要谋杀亲爹，推翻自家王朝的人呢？张良已经做好了被杀的准备，而你也在张良的表情中看懂了什么。以张良这种京东黄老之道的谋士，怎么可能会在一见面时就说出那种话？他可是能在刘邦吕后的时代获得山中之人，只怕是因为系统赋予的忠诚，才会使他一上来就将两人无法调节的矛盾点摆出来。此刻张涵怒目而视，手中长剑也已经高高举起，身后老管事与一众伙计已经捂着眼睛等待人头落地。小子只怕是得了失心疯了。公子面前要杀陛下，这就是有9条命也得死在这儿啊！可另一个伙计却皱着眉头严肃说道：我觉得不是疯了，很可能是他家里人对他太坏了，他才会来喊着杀陛下。管事老者顿时疑惑：和解？伙计没有回头。这样就能煮酒足了。众人顿时震惊。哎呦，有道理。此刻你已经回过神，慌忙拦下了张涵。你一脸纠结地扶起张良，满是拧巴的脸上好似写着4个大字：我好为难。尊了张良，不用那就是全天下最大的傻子。可用了张良，如何平复他对老爹灭韩的恨意？
异能。看着有些愣神的张良，你生怕对方一气之下扭头离开了，可自己此刻能说什么？叔叔不介意他对大秦的恨，他信吗？在此等艰难的选择之下，你急中生智，用出了后世号称无敌的拖延话术。你这个事咱不是说不办啊，那么但是呢，没有任何事我们说怎么样就一定得怎么样。在张涵不解的目光下，你一边拉着张良往屋里走，一边逮捕雷，直至拉到桌子旁给他倒了杯水，嘴里不停，身体却转身离开。出门前顺手将场锁一挂，这才出了口气。这样就跑不了了吧？你不知道被抽到身份卡的人会不会清醒判断，如果抽到的是其他人，或许还会试试看会出现什么结果。可面对这位你是一点也不允许自己出错，这可是张良啊！刘邦因为有他赌赢了几次生死抉择，有他保驾护航，别说赵高李斯了，就算对面是韩信刘邦，你都敢刚两把。拥有了他的忠心，自己只要不是在瓦剌流过血下场就不会太惨。心满意足的你拉着一众伙计管事们交代：我刚才什么都没听到，屋子里那个人给我伺候好了，千万不能少吃少穿，除了放他出来，他想干什么都依着他，知道吗？一众人都惊呆了，那疯子的病传染不成？子夜疯了，留着要杀自己老爹的人，还让好吃好喝伺候着。此刻就连张涵都无法理解你的行为，你却是又兴奋又痛苦。在回去的路上，一会笑一会，不知在想些什么。翌日，书山阁侧房内传出一阵阵沉闷的嘶吼声，嬴政有些暴躁，用了半天力也只憋出个屁。这便秘的毛病已经持续老长时间了，折磨的嬴政痛苦不堪。就在这时，纱帐外传来了熟悉的声音：“父皇！”嬴政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又要干什么？我告诉你，这次你要是没正事出去了，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你没有回话，蹲在纱帐旁将一片纸递了进去。嬴政一时间不知道你又搞什么妖物，给我不干什么？你捏着鼻子只回了一个字：擦。嬴政一愣，这个东西是比木简好多了，可他要是想用早就用了，还用得着你送？虽然心中有些感动，但嬴政还是觉得出去后得教训你一顿，让你谨记不能奢靡浪费的原则。可当他接过纸张后，才发现这东西没有布那么柔顺，略显粗糙，而且很容易撕烂。虽然用起来比木简强，但相比布还是差了不少。在研究这东西的过程中，嬴政终于通畅一次。等他有些舒爽地走出纱帐时，你已然捏着鼻子躲到了主殿。他拿着撕下的一小块纸，饶有兴致地问你：“这是何物？四部飞步用起来倒是不错。”你立刻讨好地迎了上去：“这是儿臣专门为父皇发明的，叫做纸。”嬴政听后用满是怀疑的眼神看着你：“你小子能有这小心？”你嘿嘿一笑：“其实我早就受不了木简那东西了，太辣了。”嬴政瞪了你一眼，收回了目光，似是心情不错，对着一旁的宦官说了一句：“早膳上2份吧。”你一听就忍不住舔了舔。这天天蹭皇帝的饭，还不用担皇帝的责任，哼，小日子过得简直比当皇帝还爽。在等饭的过程中，嬴政问了下纸的生产工艺，在知道树皮稻草都可以用来当做原料时，小小惊讶了一把，首次对你做出了夸奖。这东西造价便宜，倒是替代木简的绝佳物品。真是可惜色泽杂乱，质地毫无韧性，一撕便碎。如果能改善改善，说不定还能有别的大用。你听后忍不住感慨：始皇就是始皇，一眼就看出这东西不只是用来擦的。这时早膳上齐。你一边对着那道浓汤煮鸡大开杀戒，一边随意说道：“没错，它的主要作用不是擦屁股，是为了代替竹简为天下百姓启制的。”嬴政听了如此猖狂的话语，只以为你又在说大话，没有理，却不想你接着就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个小纸块扔了过来。嬴政下意识的接住，随后在你眼神示意下将之。虽然纸质色杂，但上面4句墨炭书写的黑色文字还是清晰可见。嬴政惊讶这东西还真能代替昂贵的绢布承载文字，可下一刻就被4句话的含义所吸引，不自觉的默默念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瞬间一股宏伟浩荡的气势迎面而来，那股震撼人心的磅礴，哪怕是嬴政一时间都有些呆愣。他能感受到写出此诗句之人的浩大胸怀，那等波澜壮阔的气势令人心神向往。可这熟悉的字迹证明他就出自于你。嬴政抬头看向下方，心中高大挺拔的形象与嘴里塞满了食物的你做不到半点契合。在你鼓着腮帮子研究下一块吃哪个好吃，嬴政赶紧甩了甩脑袋，反差太过强烈，一时间竟分不清你到底是在捉藏，还是个只会说大话的吃货。嬴政神色闪烁，好似随意的说道：“这墨道是与纸契合，如果颜色能再统一一些，确实能代替竹简。上面的字是你所写。”你惊讶于嬴政对纸的出现，并不惊讶。谁手写的？父皇，这可是能替代竹简的纸啊！现在的竹简一整卷也不过几十个字，一个正常人全力也就被10几卷，不过数千字。但只要推广了纸，竹简便会消失，没了繁杂沉重的竹简限制，大量的书文就会开始出现。读书人会变多，人才就会变多，国家会越发强盛，各行各业的人才会将我大秦推向一个鼎盛的巅峰。你尝试让嬴政理解纸的伟大，可嬴政听完后反而放下了纸张，面无表情的开始用膳。只是那看似平静的面容下是惊涛骇浪般的思想碰撞。你简单的几句话给嬴政打开了思想的界限，为他描绘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未来。他脑海中思绪混乱，口中的食物味同嚼蜡，不停用余光观察自己这个长子，脑海中重复回荡着刚才的话。那些话在你口中是一个意思，在嬴政耳中却是另一个意思。用纸代替竹简，将各种书籍传达天下
实行普遍教育，在百姓那庞大的基数下，各种优秀人才将疯狂涌现，开始引领各个行业优胜劣汰。只需数十年，大秦必将成为史上最为强大的国度。这不是什么小儿陷阱，这是给大秦画出了一道未来直达巅峰的路径，并且还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只是此举与商鞅变法何其相似，虽然会助大秦的强盛更上一层，却也会将现在的权贵阶级打落深渊。实行起来只怕阻力会巨大无比，现在并不现实。你观察嬴政，见对方确实没反应，顿时失去了兴趣，忍不住白了一眼。哼，你不懂，我一会儿去讲给张良听，我就不信这个胜还显不出去了。谁知嬴政恰恰在时与你对视，顿时没好气道：就知道赤金南边推进并不顺利。你不是说你最擅长统兵吗？一会儿就跟着我上朝旁听吧。你一时间都忘了嘴里的鸡翅，张着大嘴目瞪口呆。那不是太子才有的待遇吗？历史上嬴政可是一直拖着，到死都没立下太子啊。要是真立为太子，上去就先搞掉赵高，对李斯严加控制，这样就算是始皇去世，也没人能威胁到自己。你窃喜，难不成自己暗中改变了什么？果然，下一刻系统就滴的一声。恭喜宿主提前数百年发明纸张并进行推广，成功改变历史，获得抽卡奖励3次。测宿主已拥有谋圣名将。恭喜宿主脱离新手期，卡池内战分加一种卡。技能卡会是什么？难不成是降龙十八掌一类的？自己也有可以成为小说主角那样的绝世高手。压抑着激动，毫不犹豫的累积抽卡。资金不足，请充值。脱离新手期后抽卡不再免费，每次抽取将耗费10金。你一口老血差点喷出。合着这系统是个吞金兽啊，干啥都要金子。才刚发消息喊回张良的你哪里有10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抽奖次数却感动。只有到去格看看这些日子赚的钱够不够了。你忍着内心的躁动不再看系统。不远处的嬴政见你饭都喷出来，还以为是让你上朝太激动，毫不客气的泼下一盆冷水。朝会上只能听，一个字也不准说。有什么想法，下朝后跟我说。你满脑子都是抽卡，心不在焉的哦了一声。当你出现在百官面前时，顿时引来了一阵喧哗。朝会从事件的紧急程度和重要程度为先，所以一上来就是百越战士。此刻李斯已经站在了以前王绾的位置，他率先走出。禀陛下，百越战士推进较慢，地形复杂难辨，大军7日前也只是占领了阳越、于越和吴越3族。迷了。吴越那岂不是已经打到上海了？这也不慢啊，才几天就攻下百越1/5了。可嬴政却冷哼一声：上次进攻数万大军已经将百越精锐耗尽，如今40万大军兵分3路，只需快速推进占领，还这么缓慢。李斯顿时低头：陛下，是因水道过多，大军通行困难，需要不停地寻找路桥，甚至有些地方要乘船通过，速度确实很难提升。对此众人也都没有办法。嬴政皱眉却也无奈。李斯见嬴政不再追责，于是上报下一件事：日前九江郡淮水南岸再出叛乱，人数达1000人，大泽乡的军营已派出1000人前去镇压。嬴政听到此处微微俯身，一双眼睛尖锐似针。是何原因？李斯略有抬头。若是有疫病爆发，当地官员按照秦律将数百病人带入里所隔离，碰巧其中有人对当地衙门不满，于是趁机蛊惑作乱，引诱病人及其家属一同反叛。嬴政双眼微微眯起，查清楚，我要背后之人的名单。李斯干咽了下口水，这位始皇从不相信巧合，最忌讳的就是反叛，每一件都要亲自过问，这下又不知道会死多少。在之后上报的就是各种地方的小乱，政令下发困难，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嬴政头痛，他深知这些都与六国各系旧族有关，可这些朝中的大臣也与旧族牵扯颇深，一个个都只说骚乱，不提六国旧族的背后影响，而结论也无非是要求本地郡守快速处理，不得延后引发混乱，最后才是士农工商各种民生问题。你刚开始听得炯炯有神，没一会就开始打瞌睡，直到赵高喊了一句散朝才蓦然惊醒，你迷瞪着双眼看大臣们纷纷离去。嬴政走的时候也没寒盂，唯独李斯破天荒的对你善意的笑了一下，你毫不客气的回了个白眼给他，扭头也向着宫外走去。鉴于李斯历史上的精致利己，你可没有一点依仗他的想法，何况现在还有了谋圣张良，你更看不上他了。再次来到去格，你到柜台上一翻账本，顿时给吓了一跳，2个月的利润竟然达到了20斤，你都有些不可思议。我发明的那些小玩意这么火吗？询问老管事却被老人家白了一眼。这可是咸阳城最好的地段，也是大秦全国最繁华的地方，现在连租金都不用付，干点啥他不赚钱？被嘲讽一顿的你脸皮挂不住，狠心的拿走了所有利润。能也感受资本家的险恶。没想到老管事毫不在意的冷笑一声：月前早就发过了，该买的原材也买完了，你就是把账面好吐也没人搭理你。你嘴角抽搐，体会不到半点压榨员工的乐趣，充满了挫败感。虽是如此，还是没有动余下的本金。你心满意足的走到后院，院子里却是满地大锅，锅里是树皮、稻草还有竹子。老管事招呼着一群伙计将煮烂的材料捞出，随后用木锤乱凿，等凿成浆后再次倒入水中煮，多次循环直至近乎浆糊，才用白布过滤放置一边。你正惊讶于老管事的聪明才智，却不想他拿着一张近乎纯色的黄白纸张走来。公子看怎么样？这等纸张可满足你为天下开治的要求。你忍不住惊呼：你们是怎么造出来的？老管事看着震惊的你，哈哈
一笑。用竹子造颜色就会白上很多，这方法都是屋里那位提醒的。你顿时惊奇，历史上也没写张良在发明创造上也有建树。你轻轻打开门锁，探头往里一看，却见整个房间到处是杂乱的纸张，上面一遍遍全是你上次写下的横去4句。张良则披头散发地站在桌前，阳光顺着开启的门照进屋内，将你的影子推到他的面前，正巧映照在那4句话上面。一时间，那4句话落在你影子上，竟是莫名的契合。张良愣住，他像是疯了似的苦笑，那无声的笑容慢慢演变成大笑。你略有犹豫，便跟着哈哈哈大笑起来。你完全是为了转移将对方锁入房间的尴尬，而张良此刻也终于明悟，写出这4句话的人不是他，他就算再怎么着魔，也不可能达到此话中的胸襟。那个子房啊，有些事情他不能单一的去看，一定要辩证的看待。就比如你原本3代未襄的家庭，虽然是因为大秦灭韩而败落，又比如你一个贵不可言的富公子，如今狼狈，说着说着，你嘴角就忍不住抽动。好家伙，就这履历，别说张良了，就算是自己经历一番，也要誓死推翻大秦报仇啊！你此刻只能用干笑来缓解尴尬，正想着赶紧换个思路来说服改善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想张良愣愣地盯着你问道：“你的志愿是什么？”你微微愣神，这时候可不能掉链子，一定要说出与张良相近的志愿，才能让他认同自己。你看着张良的眼睛，尝试说道：“为民开智。”说完，见张良无动于衷，你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道：“我要让每个人都能吃饱，不受饥饿瘟疫之苦。我要让天下孩子有书可读，让匹夫皆知天下大事。我要让每个子民都有所思，有所想，而不是浑浑噩噩的成为战争的工具。”你越说越顺嘴，情绪也越来越激动。改变历史，我要让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之巅。我要创造一个伟大的国度，它将是一个崭新的大秦，一个历来都没有的强大国家。张良双眼抑制不住的眯起，想要压住不停跳动的眼皮，而心中亦有无数道雷鸣划过。你的每一句话都好似巨石重重的砸在心头，他脸上却毫无波动，好似一头饿狼死死盯着你。恭喜，这个志愿代表着什么？你将推翻现有的一切，几乎相当于再造一个国度，甚至比那更加艰难。你却不在意，晒然一笑，转身看向外面的天空。大秦就是最好的时代啊，这里是一切开始的地方。张良如遭雷击，良久后他眯起的眼放松了，紧张的神情消失了，这一刻好似放下了沉重的负担。既然你要创造一个崭新的大秦，与我推翻旧制大秦的愿望不谋而合，张良愿意助您成就伟业。此话一出，你的背影微微抖动了2下，你没想到随意吹个牛批也能有这等收获。从今天起，你便是我的幕僚了。说完，你便快步离去。你怕再慢一点，就会忍不住将激动的笑容暴露在张良面前。翌日，你早早赶去书山阁蹭饭，在嬴政的白眼中午餐了一顿，就连身旁伺候的宦官都暗自感慨，其他皇子想和陛下多说2句话都得挑时间，也只有你可以每天跟陛下一起用纸，而且还是想来就来那种。宦官看着都觉得偏心，你却只以为其他皇子是怕被嬴政说教不愿意来。你脸皮厚，说就说呗，又掉不了一块肉。你吃饱了还不忘多要一份，带回玉德殿让宦婴他们再尝尝味道，却不想再次被始皇喊去旁听，只能转手让下人送去。今天的朝会与昨日的内容差异不大，唯一让你记住的是有一队匈奴人马不知为何踏过沙漠绕到宁中郡，深入雁门郡，被发现后又立刻退走。你算了下时间，历史上匈奴南下作乱还差好几年，难不成现在就开始踩点了？一众朝臣摸不着头脑，嬴政也只是传旨让给北方驻军监视匈奴动向，小心防备。本想下朝后问问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可刚散朝，一转眼你就跑了个没影。去阁中，你与张良激烈的争辩着，文房四宝应当是纸墨笔砚。张良却冷哼一声，颜只是一个压纸的东西，怎能冠上四宝之名？应当是纸墨笔案才对，没有平整的案，你字写的再好，也是歪歪扭扭，入不得眼。你气急，虽然他说的很有道理，可后世的墨逐渐浓缩，是需要砚去磨的呀。可张良不听你的辩解，只是随意说道：“那你拿出来一个需要磨的墨啊。”你看着手中轻飘飘的墨块，只敢憋屈。莫试探演变而来，可具体怎么做你还真不知道。最终在你无力解释之下，老管事拍板：“从今天起，去阁售卖的最新套装就定为了笔墨纸案4样，起名文房四宝。单个购买的就涨价卖，买套装的就便宜给，这样不愁销量啊！”你无力地站坐一旁，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误入歧途。获胜的张良并没有骄傲，还给你倒了杯茶。公子不必自卑，您能想到以文房四宝来命名，就已经很厉害。毕竟不是谁都能像我一样思虑周到。你木愣地转身，看着张良那女子般的面容，不自觉的脸庞抽搐。纸上的张良不是拱梁欠让吗？这怎么混熟了还是各自恋狂啊？你无奈，只能摇着头，随手甩动腰间的木坠，往后院走去。既然拦不住他们犯错的就不拦了，反正后世会改回来。还是去看看第一批准备对外售卖的纸成色怎么样。却不想你刚走2步，原本面带笑容的张良骤然变色，猛然拉住你，严肃问道：“公子此物是何人所给？”你微微一愣，并未犹豫就告知了张良，却不想张良听完脸色越发严峻，将木坠拿到自己手上仔细观看，随后闻了一下，当即面色大变。可有不舒服的地方？你不知何意摇了摇头。张良松了口气，这才解释：“此物名叫断魂桥，是南岳森林深处的一种獐木，当地人也喜欢把它称作钥匙，只是开的却是死亡的大门。”
平日这东西和普通饰品没有不同，散发的香气还能提神醒脑、助眠入睡。可只要沾上一丁点水，它的香气便会成为剧毒，扩散极快，闻者内脏溃烂，七窍流血。南越曾有人用它在与极其悄无声息的毒杀数千人。这种东西在南越都极其稀少，现在却这么巧出现在您身边，必定是有人心存不轨。你听到张良的解释，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前天下雨，自己可是差点带着他冲进雨里，要不是张邯拦着说雨快停了，你很可能就惨死当场。汗珠不自觉地从你鼻尖滑落，这时你才猛然想起这个味道为何会那么熟悉，因为扶苏喝下的那碗毒汤就是这个味道。你手臂微微颤抖，脑海中划过无数念头，会是谁？是那个中尉，可他没理由害自己啊！而且那么多人看着，他事后绝对跑不了，会被煮酒足的。是赵高算计好中尉，会将这东西交于我，所以才给的。中尉，可始皇还没死，这个时候的赵高比狗都要乖，别说造反杀长公子了，就算是你现在吐他脸上，他都不会多崩打一下的。你果断否认了这种可能。那个要杀扶苏的人没有罢休，他还在暗处像毒蛇一样伺机对你使出致命一击。你本就没有安全感的心里更加慌乱，警惕地扫视四周，用盒子将木坠密封放好之后，就拉着张良匆匆离开。现在的你除了张邯与张良谁都不信。张良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出这个人。这次是运气好，正巧被他认了出来。谁知道下一次出现在身边的会是哪种模样？三人刚走出去，隔一道闪电划过天空，云层昏暗，狂风大作，还没走到宫门处，雨水便已经开始砸落。这让你直呼大难不死，逃过一劫，但心中却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这种不安让你甚至不愿在城门处躲雨等候。皇宫大门一开，便扎进了雨梦。张良与张邯一言不发，跟着就跑，直到三人临近玉德殿，雨水才慢慢小了下来。你冲进院内，松了口气，只有这个院子能让你紧张的心绪放松一些。甩动着头发，你推开了主殿的门，喊了一声幻音的名字，幻音，想让他拿几件衣服给三人换上。可昨日热闹的房间，今日反常的安静，你的声音回荡在整个大殿内，没有人回应。张良没有感觉，张邯却下意识地抽出了佩剑。你也察觉到了不对，往日大门一开，旺财就必定会前来迎接，今天都进到殿内了，竟然还没有一点响动。你慌张地再次喊了一声幻音，幻音，只听啪的一声，一侧的窗户忽然打开，冷风一股脑地涌进来，你的一颗心被慢慢提起。你有些慌张地喊着另外两个侍女的名字，甚至就连旺财都喊了几声。旺财，可还是没人理会，你疯了一样翻遍大殿，直至走进侧房，闪烁的雷光照亮了房间。旺财安静地趴在地上，三名侍女趴在岸边，好似睡着了。岸上只有一道菜，那是早上你让下人送来的浓汤煮鸡。你似是不敢相信，颤抖着将小茹的脸庞扶起，冰冷的触感与雷光映照下，嘴角暗红的血迹像一道霹雳狠狠刺穿。你一言不发，转身寻找火石，想点燃油灯，可今天的空气特别潮湿，不仅灯难点，眼睛也不停地滋生出水雾，让人看不清楚。直到张邯上前帮忙，灯光才再次照亮大殿。你背对桌案，生怕自己落汤鸡般的狼狈模样被小茹嘲笑。你转身走出侧房，回到大殿，打开衣柜，埋头翻找替换的衣服。往日会主动送到手边的衣物，今日躲着你一样怎么都找不到。找了好一会，你放弃了，面无表情地走到案前，想梳理头发。桌上的铜镜昏暗阴沉，什么也看不清，湿漉漉的发丝越梳越乱。多次梳理不通顺后，他再次停下，凉意渗透屋顶，浓稠的孤独像一块无穷大的黑布笼罩了你，躲无可躲。你猛地掀翻了桌案，一脚踹在衣柜上。空荡的大殿嗡嗡地回荡着你的怒吼，你拼尽全力地发泄呐喊，再也不是张良眼中那个胸怀天地的巨人，更像是一个失去亲人后孤零零的孩子。张邯想要上前将你扶起，却被张良拦住。等你再次站起身时，张良才开口：公子，当务之急是追查凶手，绝不能让歹人逃走。你平复情绪，再次走回侧房，你半跪在地，将旺财抱进怀里，那往日热乎乎的脑袋现在却冷得你不敢触碰。是啊，这里一直就不是你的归属，你是扶苏被毒死后才来到，这个世界一开始就对你充满了恶意，不管是木坠还是这道菜，全都是冲着你来的。那些人在暗中无时无刻都想让你去死，为此甚至会不顾一切地杀害你身边所有人，他们对你没有一点仁慈。这一刻，你终于被这个世界的残忍所惊醒，这不是那个和平的时代，这是一个刚刚经过500年战乱纷争的世界。人们早已经习惯了生活在权势与阴谋之间，他们不断顶着各种大义的名头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一刻，你才终于感受到自身不强大，就算是有个千古一帝的爹，照样会被玩死，就像历史上的扶苏发配厂长被赵高和李斯下诏逼死一样。这3个月来平静的生活就好似一场梦，现在被人狠狠敲醒，你终于明白防备是没有用的，只有强大到对方威胁不到自己，强大到对方不敢将阴谋笼罩到你的身上，强大到对方提起你的名字就会颤抖，只有那时你才有资格享受安宁。你以前的谨小慎微，现在全部被抛之脑后，颤抖着帮侍女们合上眼睛，一滴泪水带走了内心最后的侥幸。再次张开，你双眼中闪过的只有狠辣狰狞。既然你们那么想让我死，那就看看你们能不能付得起代价。告知父皇，应宣御赐，封进咸阳城。这一日，咸阳大营，3万禁卫齐出，城门封禁，始皇独坐紫金殿，丞相、御史、廷尉齐聚台下，皇宫后厨，侍女宫妃数千人一一核查，所有与那道菜有关系的人全部被扒了个干净，最后却只查出一个送菜的侍女下毒，在被揪出后，侍女也当场自尽，背后是谁一个字也没有。那侍女从小是个孤儿，无父无母，背后没有家人朋友，根本没有下毒的动机，但她就这么干了。所有人都知道幕后必定还有人，可线索断了。在这个时代，凶手死了，就再没找出元凶的可能。你这一拳就像是打在棉花上，毫无反应，背后之人有恃无恐。始皇震怒，一脚踹翻了面前的桌案。废物！堂堂大清皇宫竟然被人下毒，还查不出凶手！
廷尉，我给你3天时间，查不出背后之人，就用你全家老小代替。暴怒的始皇满身杀气，控制不住的向外一散，台下3人的衣服几乎被汗水湿透。李斯怎么都想不明白，是谁有如此胆子，如此手段，敢对皇宫之内的你下毒？当今天下，大秦一统万里是当之无愧的巨无霸。这样强大的国家，竟然连一个皇宫都守卫不住，这不只是下毒，简直就是在大秦脸上甩了2巴掌。御史则是心中将对方祖宗18代骂了个遍。看嬴政这架势，这次要是查不出来一个有分量的人，他们3个就落不得好。专司刑罚的廷尉更是吓得浑身颤抖。臣必定将背后之人揪出，做不到便以死谢罪，还请陛下消气，保重龙体。嬴政没有答话，只冷着脸挥手让他们退下。等3人离开一旁的蒙毅立刻上前：陛下，还是那些人所做，暗卫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收网，只要您下令，所有相关之人一个都跑不掉。嬴政却皱着眉头：死的只是3个侍女，那小子最喜欢的那个死了没？蒙毅低头回道：空房侍女未死，臣提前便命人将其替换走了，只是怕打草惊蛇，没敢有多余动作。嬴政点头，虽然他也希望你多受些挫折，如此才能看清这个残酷的世界，少些天真，可毕竟才10几岁，死2个侍女无所谓，那个通房侍女是陪着你长大，要是也死了，只怕打击得太狠。暂时不动，让这小子折腾折腾，撒完气再抓。蒙毅点头称是，心中却有些诧异，陛下还真是关心长公子了。真正的背后之人隐藏颇深，2次都没能抓到对方破绽，这些不过是被裹挟着蹦出来的蠢货，就算杀光了又有何用？宦官急忙汇报：公子派人将消息传给您后，就一直待在裕德殿没有出来。换衣那丫头也已经回去，中途公子的幕僚还命人送了些餐食进去。嬴政这才面色好了一点。乌云散去，雨停了。从外面赶回来的宦婴一声不吭，坐在岸边的你面无表情的进士：你是说早上这道菜送来之前，刚好有人来喊你为公子挑选衣服，那侍女还答应替你轮值？张良眼神疑惑，似是不解地问道。宦婴咬着嘴唇，顾不得流淌的泪水，急忙点头：没错，等我挑完鱼已经下大了，我就一直等到雨小了才回来。张良与张邯对视一眼，有些不解，他们绝不相信这是巧合。这种表情却急疯了宦婴，他继续想出口解释，你却冷冷开口：他们不是在怀疑你，他们是看不懂父皇的举动。你吃完最后一口饭，目光透过窗外看向远处巍峨的紫金殿，在宦婴回来的那一刻，你便想通了。3个月前扶苏被毒，昏迷数天，几乎已经成了一具尸体。虽然奇迹般活了下来，但堂堂秦始皇又怎么可能善罢甘休？肯定早已经将下毒之人查了个清楚。这些人几乎是在始皇眼皮子底下行动。你不知道嬴政为什么放任对方，或许是作为猎手的耐心想钓大鱼，又或许是为国家大义而隐忍。但这些都不是你需要考虑的，你只知道自己身边的人被杀了，你必须要让这个朝堂，让这个咸阳，甚至让整个大秦看看，招惹你是什么后果。告知廷尉，明日审案我亲自旁观。第2天早上，张良与张邯陪你一起赶往律刑司。廷尉左监站在大门不远处，见到皇宫马车到来，不卑不亢道：恭迎公子督察此案，廷尉已经将有关之人抓捕归案，连夜提审。你面无表情地走下马车。有线索了吗？左监微微一顿，似乎没想到你如此直接。一夜的审查，现在已经……我问，有线索了吗？你语气加重，再次重复了一遍。左监脸色难看，只能回道：暂时未有线索。你没有多说，带着张良、张邯2人就向院内走去。就在此刻，一个从马车旁路过的佝偻男子突然从竹篓中抽出半米长的盘骨。他双手颤抖，脚步慌乱，但却死死盯着你，脸上却满是狰狞。任谁也没想到，在咸阳城主掌刑罚律品机构门前，还会有人行刺。你虽然背对那人，但在廷尉左监喊出护驾的瞬间，也反应了过来，全身紧绷，急忙转身，可砍刀已经来到了头顶，你头皮只感觉一道冰冷的寒意。叮的一声，张邯的铜剑横于身前，对方惊愕了一下，似乎没想到张邯反应会如此迅猛，手腕一转，化砍为刺。可这时张邯已经一脚踢出，砍刀还未刺出人，便已经被狠狠踹飞出去。直到这时，左监才围了上来，慌乱的检查你有没有受伤。这惊悚一幕让他汗毛直立，只差一点，在场所有人都要脑袋。他不敢想，如果你真的死在这，紫金殿上的那位会给他一个什么下场？只怕想留个全尸都难。其余刑官也都反应过来，急忙跑到你身边，围成一个圈，警惕四周。原本瞪大眼睛、汗毛直立的你，此刻反而平静了下来，喘了口气，捡起了刺客的砍骨刀。你惨笑一声：真是可笑！堂堂大秦公子，昨晚被下毒，今日当街被刺，这大秦到底是谁的天下？这是有多嚣张？就这么自信本公子查不出他？你冰冷的笑容中掺杂着杀意，眯起的双眼深邃似海，露出的表情竟让左监仿佛看到了暴怒的嬴政，他不由自主地抖了2下。你没有理他，对张邯说道：将此人压下去，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许接近。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有多猖狂。你则手持砍刀，一言不发地迈入律刑司院。此刻院内并没想象中那样萧杀紧张，中央只站着少数几个手脚捆绑的嫌犯，旁边还有一个衣着华丽的青年，他的手脚并未被缚，脸上满是不耐烦的神色。院子正北方的桌案上坐的是廷尉，在他2侧还各有2个案牍，左边是赵高，右边是一个中年男子。你却对这人丝毫没有印象。廷尉率先站起身，紧接着赵高与那名男子也分别行礼。来人，快给公子送来坐席。你却没有理会，反而是直直走到了赵高面前，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赵高面容僵硬，干笑一声，恭敬地后退了2步。你这才在他的位置上坐了下来。赵高干笑2声，掩饰尴尬，正要迈步离开，却不想你忽然冷声问道：赵府令怎会在此？赵高微微一顿，只能先回身答道：陛下知微臣熟读刑法，让臣前来辅助廷尉查审此案。本公子对刑法不熟，就劳烦赵府令在一旁帮本公子解释解释。
好捋清案情。你没有给赵高拒绝的机会。说完便转头开始询问廷尉，审查到哪一步了？而赵高则僵硬在原地，脸色彻底难看了下来。此刻的他立于你身后，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宫内宦官。守卫的廷尉看到此幕，眼角忍不住跳动。不是都说公子性格儒雅，不喜争斗的吗？怎么今天一上来就将赵高压得如此抬不起头？赵高作为中车府令，掌管府玺令事，看似没什么实权，却是陛下的红人亲信，可以说真实地位不比身为九卿的廷尉低。而你虽然身份高贵，身为公子，但在朝堂上其实没有一丝实权。按理说，在这种场景下，不过是个旁听而已，说出来的意见大家听不听都要看他们的心情。可这一下，与廷尉同等身份的赵高像个侍从一样站在你身后，使得在场之人全都低了一头。整个律刑司的场面在这短短数息之间便完全被你所掌控。现在你才是此次案件的实际主审。这一手身份转换让张良都被惊艳了一下，他看向你的眼神再次发生了些许变化。你在简短的询问了廷尉几句后，就了解大致情况。线索在自杀的侍女那其实已经断干净，廷尉根本没有头绪，他能做的也不过是将那名下毒侍女近期所有接触的人全部抓来审问一遍。经过昨晚一夜，抓来的100人已经基本排除七七八八。廷尉言语中甚至已经失去了破案的想法，他现在只想保住自己的脑袋。你听后扫视了对面那中年男子一眼，这位又是何人？廷尉一愣，急忙介绍道：这位是屈家家主，此次嫌犯中有一人牵扯到了他的长子，屈家主深明大义，在得知后便主动将长子送了过来，让其交代清楚。屈家，原楚国3大最强贵族之一，曾经可以制衡楚国国君的存在，没想到如今也被始皇的政策迁移到了咸阳。你正要说些什么，张良却忽然上前：公子，那青年身上也有一枚断魂桥。你瞳孔骤缩，转过视线，那名立于院子中央的青年，腰间挂的是与你那枚一模一样的断魂桥木子。此刻青年正不耐烦地开口嚷道：该问的都问完了，跟我又没什么关系，到底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还要准备几日后的秋猎呢。这时谁都没注意到，墙角一个低头路过的下人，手中提着满满一桶井水漫步走来。下一刻，一桶水便狠狠泼在了青年身上。除了张良与你，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不解这个下人在干什么。伴随着青年的怒喝声，张良与你慌张地冲向远离青年的房间。身后的赵高疑惑地看着两人逃离，廷尉也张大了嘴，想要问你发生了何事。屈氏家主没有关注你，一直在看院中的青年，只是在两人迅速逃离时，他的眼角恰巧跳动了一下。混账东西，你找死！青年抹了把脸，狠狠一脚将泼水的下人踹翻，还不解气，捡起一旁的石块对着下人打去。这身衣服足够买你10条狗命！青年狰狞的嘶吼着，想要发泄心中怒火，可声音突然沙哑变形，紧接着体内一股剧痛袭来，好似有无数双手在内脏上抓爬。他后退了2步，手中的砖头不受控制的掉落，脸上带着惊恐，不停在身上抓，捏着喉咙发出了求救：救我！你进入房间，回身看向院中，只见青年的手直直伸向屈氏家主，嘴中还不断涌出黑紫色的鲜血，眼中充满了绝望与不敢置信。而他周围其余的嫌犯还没来得及疑惑，就纷纷感觉体内开始了阵阵的剧痛，紧接着一样沙哑的求救，一样的口吐鲜血，整个院子瞬间便化作了人间炼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好似突然降下了天罚，无知的人们哭喊着乱做了一团。反应最快的赵高瞪大了眼睛，他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要走。此刻的他没有半点犹豫，转身就朝着你所在的房间逃。呆愣中的廷尉也醒悟过来，急忙跟着赵高逃命。出现症状的人越来越多，四周的刑官也开始不断倒下。这个场景太过可怕，人群化作2股，一股跑向律刑司外，另一股全都涌入了你所在的房间。一时间，不大的房间里塞满了，呼喊惨叫着在房间里乱作一团，直到张良高声呼喊：那是毒药，不是鬼神，只要等半个时辰，毒气发散就可以出去。张良冷静的声音终于给了这些人主心理，房间里平静了下来。可这时屈氏家主却又响起了凄惨的呼声：我的儿啊，都怪我糊涂，这件事本就与你没关系，只因你朋友参与其中，我便非要把你带来交代清楚。为父没想到这会害了你啊。屈氏家主曾经在楚国只手遮天的人物，如今却半跪在门前，哭得像个妇人。想到刚刚在院中死样凄惨的华衣青年，廷尉叹了口气，上前伸手想将屈氏家主扶起来安慰一下。一旁的赵高也满是悲痛道：屈氏家主深明大义，屈家少爷为帮朝廷揪出背后之人，被针对暗算无故惨死，此事我必定要上报陛下，为家主请一个忠义之家的名头。屈氏家主掩面痛泣，用力摇了摇头：多谢府令好意，但我儿已死，我要那些名誉又有何用？我儿以前总说怀念年幼时的家乡，我只希望如果可能，等咸阳解封后，陛下能大发善心，让我带着儿子的尸骨回一趟九江，将他葬在淮水河畔，如此便是对屈家最大的恩德了。就在大家都沉浸在悲伤的气氛时，一道刺耳的笑声却打破了一切。不会吧，你不会以为这样就能帮你屈家逃过一劫吧？众人惊愕回头，却发现你正指着屈氏家主哈哈大笑。既然有胆子做，你现在又在怕什么？怕我抓住证据诛你9族？既然知道怕，那对我下毒之前，
你脑子拿去干什么了？你以为这样自导自演一场苦情戏，本公子就会饶过你屈氏，还妄想借由此事重回旧处，做回自己的土皇帝？你的每一句话语都像一柄利剑，狠狠刺穿了屈氏家主的防线，但他还是一脸悲痛的抬头看着你。公子，草民实在是不知道您说的什么意思。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你哈哈大笑，竟然还在装。堂堂一手遮天的屈家家主，如今竟然能如此隐忍，还真是说明时代变了。这是我大秦的时代，是我嬴姓的时代。可你既然知道这个时代不属于你们，你又是怎么敢的？3个月前毒杀我不成，昨日又再次下毒，杀了我的侍女，杀了我的旺财。不仅如此，今早还想将我斩杀在律刑司门前，最后才是这出苦肉计。屈家主的后手还真多啊！我真想看看你到底还有什么手段，都拿出来啊！屈氏家主此刻脸上已经是略有不自然了，可还是不断摇头否认。你讥笑，不见棺材不掉泪。浑身沐浴在信息流之中的你，只觉得脑袋一痛，那种对四周所有震动的感知力逐渐消失。这是你昨天花费10金抽到的技能蛛丝马迹，能够感知周围任何细微的变化和波动。早在进入律刑司的那一刻，你就动用了技能。从进门开始，整个院子所有人的反应都在你的感知之中。现场有哪些人？他们在说什么话？墙边的刑官眼神在传递什么消息？你全都一清二楚。可以说，在众人无法理解的另一个世界里，他们那些微小隐晦的动作在你面前，就好似在大街上跳脱衣舞一样张狂。你见屈氏家主还在强装镇定，不由得冷笑一声，在众人惊恐的眼神下，一脚踹开了房门。此时北方的皇宫中，嬴政静静地听着下方蒙毅的汇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些，如若不错的话，公子应该已经与屈家交上风了。嬴政点了点头。这屈氏的家主是个老狐狸，只怕很难抓到他真实的证据。嬴政沉吟了一下，等情况差不多了就出手帮帮，让这小子把气撒出去，免得明天又来给我捣乱。蒙毅点头，就算是他的暗卫，也是花了大量时间在咸阳城满撒网，一点点将用海量的线索才将屈家推算出来，开始监控。他也不认为你真的能独自一人将屈家的罪行挖出来，但屈氏宗族所犯之事又必须死。他再次向嬴政行礼，随后退出皇宫，决定亲自前去一趟。毕竟帮一帮这种事情要拿捏好分寸，不能太明显，被公子识破也不能达不到效果。此时的律刑司尖叫声震耳欲聋，谁也没想到你竟要拉着所有人一起死。现在距离半个时辰可还远着。他们慌张的想要将房门再次关上，可突然众人惊愕的发现，本应只剩尸体的院子中央竟然站着有2个活生生的人。地面上原本平整的石砖被挪开，露出了一个能容纳单人通过的洞口。此刻其中一人从洞中抬出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那尸体与华裔青年的身材相似，衣着一模一样，而原本应该惨死的华裔青年却站在旁边想要离开。你冷笑，走进院子中的时候，你就感知到了地下有一个人在活动，并且屈氏家主与那青年眼神都不时扫过那块石砖，就连青年倒地的时候，腿部肌肉也故意用力倒向了石块的方向。也正是那一下，让你明白对方在演戏，这些都是假的。这一幕看呆了所有人，廷尉终于明白了，对方竟然真的在演戏。屈氏家主来这，完全是为了让参与此事的儿子在众人面前假死脱身，这样屈氏就能于此案摆脱干系。大胆屈凡，你这是想干什么？这时廷尉挥手命令身边的刑官上前制住屈氏家主与院中的2人。可原本一脸悲痛的屈氏家主此刻却表情冷漠地看向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为何非要逼我？让我们屈家安静的离开这里不好吗？你冷笑，想离开，先去地下问问小茹同不同意。屈氏家主无奈地闭上双眼，随后单手一挥，瞬间律刑司四周的围墙上，一个个伪装成普通百姓的人手持利器翻了进来，数量足有数百。他们一冲进来就毫不犹豫地开始屠杀，本就不多的刑官很快就被杀了个七七八八。整个律刑司院中只留下了你、张良、赵高与廷尉。此刻的屈氏家主再没有刚才和善的表情，冷脸凝视着你。我的计划如此缜密，你是如何识破的？你面对着数把利器围绕，却面不改色，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还反问道：“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上演这场假死呢？按理说，侍女自尽线索已断，你屈家只要隐藏好，被抓到的机会很小。你屈凡又不是傻子，怎么会不知道做的越多，留下的痕迹也越多？”你眼睛一转，看向屈凡，除非你不自信，不相信这场刺杀能不留痕迹，可你又怎么会对自己的计划不自信？而且以你的谋划心机，也不会在不确定我是否在玉德殿就命人下毒，如此拙劣。只可能是下毒主谋的并不是你，你只是在发现这件事后，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加上几层保险，以防万一。你赫然转身看向了那名脸色满是不耐的青年。所以宫内刺杀的主谋不是你，而是他。那名青年见你确定了主谋，竟然还笑了笑，一脸无所谓的说道：“你还真是聪明，那个人说的果然没错，你必须死，只有这样大秦才能崩。”随后又看向屈凡，一脸无奈的说道：“看吧，爹，我就说根本没关系，你非要多此一举，现在反而被抓到了，这下必须杀光他们。就算离开了咸阳，我们以后也会被秦始皇追成丧家之犬。”屈凡皱眉对着青年怒喝一声：“闭嘴，混账东西！如果不是你听信谗言，随意行动，我又怎么会如此被动？”那青年白了一眼，丝毫不服气。可鉴于屈凡的威严，还是没有再说什么。你却只觉得怒气不断升腾。你们与我无怨无仇，费尽心机的杀我，就是为了要重建楚国。那青年白了你一眼：“不然呢？还能为了什么杀你？
秦始皇死后，只要你不掌权，天下必将分崩离析，到时我大楚就是第一强国。此话一出，原本还怒气升腾的你却轰然僵硬在原地。他怎么会知道大秦2世而亡，就是因为扶苏自尽项羽崛起？你瞬间瞪大了双眼。等等，我还有最后一个不解，你们要杀我也就罢了，为什么将断魂桥送给赵高一块？你想要再拖回时间，却没想屈凡根本不像小说里的反派，好似没听到你说话，一个眼神就命令手下动手。赵高顿时瞪大了眼睛，眼看铜剑就要落下，嗖的一声，一道弩箭从身后房屋上射来，瞬间穿透了动手之人的胸膛。屈凡猛然回头，却见四周屋檐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队手持强弩的禁军，带头之人正是章邯与中尉，这便是昨晚张良谋划的万无一失应对。留章邯在外，只要看到院中出事，便去求救禁军。屈凡大惊，第一时间竟没有逃跑，而是朝着青年大喊：“快跑！”随后捡起地上的长剑，一把抓住你，挡在身前。可这短短的几秒钟，齐射的强弩便瞬间清空了整个宅院，数百屈家死士最后还能站着的不足10人。屈凡知道自己走不掉了，他现在挟持着你能拖多久是多久，为屈家其余族人争取逃跑的时间。你被铜剑架在脖子上，表情却一点也不慌乱。所以说你们原本没有要杀我，是因为有一个人前来游说说动了你们，你才策划了3个月前的第一次下毒。屈凡惨笑一声，没错，3个月前那次确实是我所为，可在那之后，咸阳城里忽然多了很多来历不明的人，他们全都在打听那日的情况。我知道那肯定是秦始皇的手段，所以从那之后我就断绝了这个想法，也拒绝了那人继续刺杀的请求。可没想到那人见我不再认同，竟然私下去蛊惑了我儿子。你此刻已经基本梳理出了事情的原貌，有一个人在暗中教唆救国贵族们谋杀自己，意图推翻大秦，重现六国，并且给他们提供了独特的毒药用于刺杀。联系到断魂桥的出产地，那此人的来历基本上不言而喻了。你叹了口气，终究是属于国仇家恨。你看着远处即将从洞口逃离的青年，实在犹豫，微微抬起右手，衣袖间一发微型弩箭正中屈凡的眉心。你越过倒地的屈凡，看向了洞中的青年，那青年目眦欲裂，再也没了刚才玩世不恭的感觉，疯了似的对你吼道：“你杀了他，你找死！我发誓，我会杀了你，我会杀光你身边的人。你等着，我要让你永远活在恐惧里。”你面无表情地看着青年被人拖走，眯起了双眼。他再次让你回忆起了小茹死前的惨状。那灯火通明的大殿里，永远失去了一个喜欢跟你抢菜吃的小女孩。这些贵族都是这样吗？一点不将他人性命当回事，只有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知道痛。原本只是讽刺的你，没想到身后的张良竟然接了一句：“贵族数百年来都是这样啊。”你愣了一下，不等再说什么，张邯就从房顶跳下来，走你身边，着急地检查你有没有受伤。你摆了摆手，忽然问道：“今天是8月15。”张邯一愣，点了点头。也罢，小茹在地下的第一个中秋，能有一家子人作伴，挺好的。张邯还不解其意，就听到你说：“走，查抄屈家，满门抄斩。”此刻坐在马车上的蒙毅正与手下商谈，你说怎么帮比较合适？得让他自己发现，这样才能将怒气撒出来。屈家隐藏的挺深的，还不能直接点醒，有点难度。手下也一脸忧愁。这屈家作为楚国的3大家族之一，势力强大不说，族内的人一个个也是心思深沉，每一代家主都是老狐狸。就算是我们当初查的时候，也耗费了近2个月，偶然之间才听到了一些消息。面对这种对手，想让10几岁的公子自然而然的破案难度太高了。别说看破对方了，只怕公子那性命，被对方演戏卖了还替他们数钱呢。蒙毅也是一脸忧愁，可陛下都下令了，他又有什么办法？终于马车到了律刑司的门前，蒙毅一下马车，就有几名身穿黑色长衫，上面纹着青色骨爪的人从四周角落中走出。总尉，蒙毅点头。情况如何呀？那屈家没有被公子放跑吧？谁知此言一出，几名暗卫顿时支支吾吾，不会还真的放走了？急忙向律刑司院内走去，一边走还一边痛斥下属。主说了几遍了，公子新人看不穿那些老狐狸，你们要守好，不能让屈家跑了。话没说完，蒙毅就看到了院子里的景象。好家伙，满地尸体流淌的鲜血染红了整个院子。蒙毅呆愣当场。公子呢？下一刻他就看到了坐在屋子中被吓破的赵高，他疯了一样冲了过去，抓住赵高质问：“公子在哪儿？屈家的人呢？死这么多人又是怎么回事？”赵高像是吓傻了，双眼无神的说道：“屈凡全都招了，他就是下毒的凶手，而且还不止一次的刺杀公子。”蒙毅瞳孔收缩，怎么可能？那种老狐狸怎么这么简单就招了？除非他做好了撕脸摊牌的准备。蒙毅第一个想法就是公子危险。那公子呢？谁知赵高狠狠打了个寒战。公子亲手杀了屈凡后，带人去抄家灭族了。走之前还说什么中秋月圆团圆夜，屠家灭族好时节。蒙毅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一时间竟也不知道从哪问起好。赵高却一直盯着那几具死状凄惨的尸体，口中嘟囔着：“我又没人，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就在刚刚，你带着禁军离开之前告诉我的，院子中杀了数十人的剧毒就是他最喜欢的那枚木锥，如果不是中尉那日拿走，就他一命。前2天下雨时，他就是一具腐烂尸体。”赵高听后浑身都惊出了冷汗，直到现在都在后怕。缓口气，他抬起头，好似回过了神，表情阴狠地对着蒙毅大声说道：“没错，公子的判断是对的，屈家上下没一个好东西，全家都想反叛造反，一定要抓住全部杀光，千万不能让他们跑
好了，你快去啊！蒙毅惊讶，赵高什么时候也对屈家有了这么大的敌意，一脸要灭他全家的样子。可一想到屈家还有隐藏起来的千名家产，他没时间理会赵高，开始担忧起了你的安危，一边祈祷你千万别有事，一边向屈家赶去。而跟他一起赶路的下属，此刻也听完了四周隐藏起来的虎金辉，那些暗卫全程目睹了事情的发展，言语中一个个对公子推崇至极。院内之人或许没有感觉，在他们这些站在上帝视角的人看来，你就好像开了挂一样，永远提前知道对方的每一步棋。那个老狐狸的每一个后手都被你提前摸得一清二楚，每一个举动都被你压得死死，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亏得总尉还提前交代，说公子不懂阴谋诡计，心思单纯，让他们在暗中一定要谨慎盯好，一刻也不准走神。呸，狗屁！当公子从袖间射出暗器的时候，连他们都打了个寒颤。常年走在阴暗角落的他们清楚地看到，那箭头上涂满了绿色的药泥，只怕是威力不够剧毒来凑。这是一个心思单纯的13岁少年干出来的事。而屈凡挖地道、放毒以假死脱身的计策，就连他们都没想到，却被你轻而易举的当众揭穿。别看好像很简单，在那种死了几十个人的恐惧围绕下，半个时辰没到，谁有胆子去赌命开门？在此之前，没人能想到，一个10几岁的少年能将屈凡这个让他们耗费大量时间才救出来的大鱼轻易拿捏，还不到半天就给玩死。听了下属的转述，蒙毅也不禁在脑子中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他与蒙恬从10几岁就开始跟着世华，可以说是看着你长大的。前些年你见到他们都是温文尔雅、端庄有礼，没想到这次突然就来了个逆转反差。蒙毅深吸了口气，怎么回事？莫不是血脉觉醒了？你带人赶到屈氏大院时，大门敞开，院中一片狼藉，数十座房屋空无一人。看来屈凡在去之前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所有屈氏族人都逃离藏了起来。可咸阳是封城状态，就算跑你们又能跑到哪去？你一点也不着急，通道下面已经有禁军手持弓弩追了进去，你只需要像老鹰一样在天上等待兔子们被追出洞穴。这时你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了哭喊声，你微微一愣，心想屈凡难不成遗漏了什么人？张邯等人也都听到了动静，拔出武器护住你，小心地向前探查。众人随着声音一路来到了后院，临近后院花园，才能听出那并不是求救的声音，更像是一种动物的痛苦哀嚎。你叹了口气，看来是误会了。众人也都收起了武器，放松了下来，只有张邯好奇地向着声音来源探查了过去。你趁着这个功夫欣赏起了院内的池塘草木，精致的花丛，漂亮的乔木，清澈见底的池水，能看到鱼儿在自在游动。看来大秦扫灭六国并没有削弱这些旧贵族们多少权势，都强制性迁到咸阳了，竟然还能如此享受。要是你能这样无忧无虑享受生活，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就这他们还各种作死，想要重建楚国，就算玩命回到楚国，日子又能比这好到哪去？就在这时候，花园深处忽然传来了张邯压抑着愤怒的喊声：“真乃畜生也！”动静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张良和中尉等人都围了过来。你还纳闷，人家本就是畜生，你那么大声干嘛？好奇的几人循着声音绕过一座假山，在其背面发现了一道打开的木门，里面是一个直通下方数米深的地窖。你没有注意到，身旁的张良在看到地窖的瞬间，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犹豫，他下意识扫了你一眼，似乎在抉择着什么。张邯此刻已经破开大门下到了地窖深处，众人还听到不断有锁链被砍断的声音。你探头向下查看，有些好奇，难不成屈家还养了某种厉害的动物？可刚一接近，就被扑面来的恶臭熏得退了两步，无法形容那是一种什么味道，就像是堵塞住的下水道，掺杂着尸体腐败的恶臭，只一下就让你差点吐出来。这下你可算是彻底失去了兴趣，就算是屈家在里面养了神兽，你也不想进。可这个时候，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却从下方爬到了出口的楼梯处，对方很是缓慢，好似每一个动作都耗费了他全部的力量。你退后了一步，借着阳光，终于看清了那是什么。那是一个几乎只剩一层皮包裹着骨头的怪物，他一丝不挂，浑身散发着恶臭，瘦弱的双臂甚至没有旺财的前肢粗。看到这一幕的人们纷纷惊恐地拔出了武器，你也已经惊呆在原地，根本没意识到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生物。就算是前世信息爆炸，各种奇葩生物层出不穷，也没能认出这是个什么东西。直到他彻底暴露在阳光之下，扒开头顶唯一留存的毛发，露出了一双血淋淋空洞的眼眶，仰望天空，你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这竟是一个女人。她在感受到阳光后，满是污垢的眼眶混迹着血水，流下了眼泪。紧接着，她仰起了头，对着天空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嘶吼。那被割去一半的舌头发出了不似人类的沙哑声响。在人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帮助她时，她却好似完成了最后一丝执念，静静地躺在了阳光下。你还沉浸在震撼之中，张良却已经走上前，轻轻将女子的双眼闭合。这时间太苦，莫要再来了。你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对张良问道：“为何会如此？”张良闭了下眼。这是私奴，一般是权贵们买来玩的，等玩烦了便会扔进地窖，让其自生自灭。当然，有一些也会是在街上看到的，起了色心，强行抓来打上奴役。只要你权势足够，所有的罪恶都会被压在暗处。你只感觉自己的观念在崩塌，你不信，这可是大秦。你强忍着恶臭钻进了地窖，不大的空间里放满了铁笼。此刻张邯就站在最外边的笼子旁，用力劈开。笼子里是一个10几岁的女孩，同样是浑身赤裸，瘦骨如柴。唯一比爬出去那个好点的就是她还算正常，能一眼认出这是一个人。张邯没有因为你的到来停下，你也没有因他而停止，夺过张良手中的火把，独自向深处走去。10几米长的地窖两侧放满了笼子，几乎每个笼子里都有人。靠近外边的7、8个人还有呼吸，再往里全都是尸体。你一言不发地走到了尽头，看着那些被蛆虫腐蚀殆尽的尸骨，终于是忍受不住跑了出去。你不受控制的抽搐，将胃里所有能吐的东西全都吐在了清澈的池塘。这一刻你觉得好恶心，这个
个院子里生活的所有人都好恶心，他们白天欣赏着美丽的风景，晚上却听着这些女孩生不如死的惨叫入眠，恶毒和黑暗全都掩盖在阳光与美丽的面貌下。你不敢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真的是大秦吗？忽然想起了什么，好似抱着救命稻草一样质问张良。大秦早在商鞅变法之时变废，除了奴隶制，他们与公民享有一样的权利，这只是屈家一族自己的恶行，对吗？张良却冷漠地摇头。商鞅变法只是破坏了井田制，减少了以奴隶为主的农耕方式，但奴隶的存在一直都有，私奴在贵族中更是屡见不鲜。你崩溃了，你的观念根本无法接受这种情况。其余的禁军将士也都看到了地窖里的场景，他们更多的是沉默，好似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中尉忍不住骂了一句畜生，可又有什么用？面对那些贵族，他们也无能为力。此时张邯也走出了地窖，他身后却一个人也没跟出来。你疑惑地看着他，却发现他满脸悲哀地摇了摇头。这些人不知道被关了多长时间，经受了各种折磨，早就疯了，一看到人就会本能的恐惧害怕，自我意识完全消失，就算将他们放出来，也只会被人再次抓走卖做奴隶，换个死法而已。你不知道他们最后怎么处理的，失魂落魄地离开了花园，独自坐在屈家大门处。地窖里少女凄惨的景象不断闪现在你的眼前，律刑司院中那些无辜被鼓死，玉德殿小炉僵硬的旺财冰冷的尸体，再配上屈氏青年那张咒骂着恶毒诅咒的嘴脸，你只觉得憋闷，低着头全身颤抖，想要张嘴发喊出来，却不知道应该喊什么。这个时候，一声尖锐透亮的唢呐声响起，你像是忽然找到了目标，猛地抬起来。大院里数百禁军在听到声音后立刻就跑出来。张邯带头朝着此起彼伏的唢呐声不断靠近，你与张良跟在队伍身后。一辆马车疾驰而来，正是蒙毅。他看着大门敞开的曲阜，慌乱的带人闯进去，可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后院飘起一股黑烟，似是在烧什么东西。附近的暗卫见到他出现，立刻前来禀报。公子已带禁军赶往城南角落，那边传来了唢呐声，应是追上了屈氏族人。我们的人传来消息，屈氏饲养的千名家臣也都会聚在那边，还布下了不少埋伏。蒙毅皱眉，屈凡是个老狐狸，他就算是惊死也会给屈家留个后路。城南又是那些旧族最多的地方，看到的是有千人埋伏，暗地说不定还有不少忠于他们的人。公子带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就算是对方缺少公路，远距离占据优势，在对方埋伏的情况下也很难撑多长时间，随时都具有全军覆没的威胁。蒙毅心惊胆战，只能盼着你走慢点，千万要等暗卫集结的差不多了再开始。公子为什么不亲禀报陛下，调集更多禁军呢？蒙毅叹了口气，只能苦着脸继续追去。我通知咸阳城内所有暗卫，将公子包围靠拢。诺。随后又派了个人赶回皇宫。一速回皇宫，将情况禀告给陛下。此时的你已经接近了唢呐吹响的地点，原地两个精壮的禁军站在一个地洞旁，正是和律刑司连接的地洞。几人看到大部队赶来，急忙指着对面的一个院子汇报：嫌犯就在这个院子中，我们小队其他人已经围住了其他方向。嫌犯并未逃窜。张邯与中尉听到汇报后顿时皱眉，看来对方是准备殊死抵抗了，可这样没有意义啊！在咸阳城抵抗有何用？数万禁军一来，立刻就能抹平。就在这时，院子大门忽然打开，一个男子走出。告诉尹轩，他不是对百姓心善仁慈吗？院中有数十户人家的百姓，你们敢来，我就杀了他们陪葬！张邯脑袋嗡的一声，瞬间就炸开。这些人疯了！紫金殿，嬴政不时放下手中的竹简，有些担忧地看向殿外。那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能不能靠自己挖出趋势？要能在蒙毅案事下找到答案，明白身为他嬴政的儿子，必须要时刻防备这个世界的险恶就行了。其他的可以慢慢学，唯独观念必须养成。这个时候，一名黑衣暗卫从殿外急急跑来。广陛下，总尉命我前来汇报，公子审案之后已离开律刑司向城南赶去。嬴政一听叹了口气，家在律刑司东侧，肯定不是去屈家的。看来有蒙毅提醒，他还是没能发现趋势。这小子的智商堪忧啊！暗卫见嬴政并不开心，便继续汇报：帅刑司的尸体已处理完毕，只是城南聚集了大量贵族家臣，数量几近数千。公子只带着数百禁卫，不知消息，只怕会被埋伏，所以总尉请求陛下命禁军增派人手。嬴政无奈摇了摇头，看来还是被屈凡这个老狐狸牵着鼻子走了。尸体是谁的？可留有针对屈氏的线索。那暗卫听后微微一愣，陛下不知律刑司发生的事儿，自己难不成是第一个回来汇报的？嬴政看着不说话的暗卫皱起了眉头。朕在问你话。强大的气势瞬间让暗卫冷汗直流，他急忙跪在了地上，有些犹犹豫豫地说道：是屈凡和他带去的数百家臣的。说完低着头，生怕嬴政来一句你以为我不知道。可等了半天愣是没动静。他小心地抬头，看到嬴政有些惊讶的表情，终于明白陛下真的不知道。公子实乃神人，从一早到达律刑司门外遇刺开始就步步料敌先机，屈氏的每一个动作都被公子轻易辖制，整个过程甚至都没费什么脑子，就是屈凡出招，公子破招，再出招再破招，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情况。暗卫越说越激动，公子手段之密集，让我等暗卫皆是自愧不如。这还是在咸阳城只带数百禁军的情况，要是公子带兵出征，只怕是所向披靡，无敌于世。嬴政挑起了眉头，这个暗卫不会是被你收买了吧？这么能吹，这几个月你变化较大，他是知道的，可也不能一下子就从一根筋进化成一个心机四海的枭雄啊！你是说徐氏已经被嬴轩揪出来了？暗卫急忙应是。不仅如此，那屈凡想劫持公子，却被公子轻易用秀弩诛杀。现在屈氏无路可走，只能退守城南，联合旧贵顽抗。嬴政点了点头，看来蒙毅执行得很到位。既然气撒出来了，这件事也该到此为止。这些贵族联合起来，是个不小的贵患。
大秦初定，这些人全杀了不现实，只能自己出马了。嬴政说着，让人取来好久不用的奴禄简，驱势固守的院落门外。你推开了章邯的阻挡，一人走到门前。我在这儿，让曲靖出来。那个家仆在看了你一眼后说道：“哼，想见少主，站在这儿等着。”如此嚣张的话语，让你身后的章邯与禁军们纷纷怒目而视，你却摆了摆手，并不在意，只是眼中血丝越发明显。曲靖此刻坐在正殿的中央，一个媚态十足的女子穿着宽大衣袍坐在他怀中。曲靖看着重新关上的门，咬牙切齿的在女子身上狠狠发泄着。看到没？就算是大秦公子又怎么样？不让他站在这儿，他就只能站在这儿。那个女子则满是妩媚的讨好。是呢，少爷乃是屈家之主，未来的楚国之主，就算是他比你也差得远。曲靖听到此话并没有开心，反而对一旁的家臣问道：“只要到了夜里就能开始了，我们安插在禁军中的人，确定可靠吗？”家臣恭敬回话：“都是我们楚国的人，绝对可靠。到了夜里，他们会负责造成混乱。我们1000人加上那位在城外埋伏的大军，里外夹击，足以冲破城门，重回九将。到时候聚龙就擒，再见大楚。”北方匈奴会配合南下，牵扯住秦军剩余的精力。外越的大军太远，也不可能掉头回师。这大秦腹地，便任您楚王肆意扁踏。曲靖听后终于轻松了一些。父亲太过谨慎，那位只是要鹰轩死，杀一个鹰轩便能换回我大楚，更有机会推翻大秦。他太糊涂，不仅不理解，还非要让我假死脱身。早日按照我的安排杀了鹰轩，那位在城外的军队便会里应外合救我们出去。他转头看向角落里被绑起来的平民百姓，让他们叫2声，免得一会儿我们的公子跑了。守着的人立即抽出鞭子，狠狠抽打在那些人身上。门外的你正在考虑要不要调集禁军，直接将对方灭了。忽然一声惨叫传来，你立刻反应过来，这只怕就是那些百姓的声音。一股怒火直冲头顶，小如死前的样子浮现在眼前。此仇必须报。可强行冲进去，被挟持的百姓又会无辜惨死。你强忍着杀意，闭目不动。夜晚降临，火把点燃，将四周照亮。可院子里还是没动静，直到子时3刻，大门才再次打开。曲靖拉着一个女孩当做盾牌走出来，他看着你狰狞一笑。不是爱护百姓吗？那就用自己来换啊！你睁开眼，一双瞳孔中已经满是血丝，冷冷的只说了一个字：好。章邯与张良都出言阻拦，公子。可你没有说话，只是看了他们一眼。就这样，所有人看着你独自走向院落。此刻，背后不远处的城墙上一声冷风响起：“哼，君子不立于危墙，如此一人之勇，让人失望至极。”就在他要忍不住制止这个愚蠢行径的时候，下方的情况却忽然出现了重大转变。撸起袖子，让曲靖确认自己已经卸下所有武器后，你缓步走向曲靖，看着越来越近的距离，曲靖狰狞的脸上已经浮现出了得意。有你在手，不管怎么样，他的安全都有了保障。就在他要将手中长剑移到你脖子上的时候，你忽然问了一句：“你知道现在几时了吗？”曲靖一愣：“刚刚不是打过子时的更了吗？”“是啊，已经是第2天了。”你那通红的双目在刹那间蒙上了一层迷雾，全身的感官瞬间就被海量的信息淹没。眼前的曲靖因激动而颤抖的每一块肌肉都被你清晰地观测到。一个弯腰低头躲过长剑，曲靖瞬间慌了神，他手腕用力想要将长剑下压刺入你的胸口，可在手腕挪动的刹那，你同时挪动侧身，就好似提前排练好的舞剑表演一样。这一举动看懵了众人，就连城墙上的那位都愣了神。此刻的曲靖第3次甩动长剑，还是被你躲。终于开始慌了，他想要收回长剑，重新放在女孩的脖子上威胁，可在长剑回收的刹那，一只弯起的食指用指骨重重击在了他的手肘拔筋处，瞬间曲靖的手臂就失去了知觉，而你的手肘顺势而上，狠狠砸在了他的脸上。曲靖头脑发懵，长剑跌落，你左手顺势接住一个侧斩，那抓住人质的左臂鲜血四溅，剧烈的痛苦让曲靖终于从美梦中惊醒，恐惧彻底占据了他的大脑，连滚带爬的向身后跑去。在他身后，宽大的院子中密密麻麻站着1000名家臣，与禁军同时抬起强弩，双方都怕误伤到2人，没有率先射击。可那名最亲近曲靖的家臣这时却忽然怒吼：“射呀！”还未完全逃离门口的曲靖听到了声音，不可置信地看向那名家臣，却发现此时的家臣抢过了一把强弩，满脸疯狂地对准门口的你。曲靖清楚地知道，只要这支箭射出来，双方都会再无顾忌。你虽然会死，他也绝不可能活下来。瞪大眼睛的他拼力怒吼，想让旁边的那名女子拦住家臣。快拦住他！可那名女子却忽然邪魅一笑，也夺过了一把强弩，熟练地对准大门。曲靖绝望了，一般女子一辈子也不可能接触到弓弩，这个忽然出现，嫁给父亲的绝美妾室如此熟练，绝不是普通女子。现在她终于知道父亲将她娶过门后为什么一字不动，还总让自己离她远点。可一切都晚了，弩弦弹动的瞬间，高处的禁军们也都开始向院中攻击，场面瞬间混乱。密集的箭雨在如此短的距离内疯狂乱舞，人们像麦子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下，其他的百姓更是立刻被屠杀殆尽。你在对方手指扣动扳机前便已经开始动，拉着女孩向一侧滚去。尽管你反应很快，可还是有一支箭射穿了女孩的大腿。女孩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直到你拉着她躲到一侧墙角，才痛苦地倒在地上。看着鲜血流淌的女孩，你猩红的双眼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愤怒。杨卫，都给我滚出来，杀光他们！这一声嘶吼歇斯底里，远在城墙之上的嬴政紧紧地握着拳头，他不知道你有没有受伤。一旁的蒙毅听到声音，急忙看向嬴政，却被狠狠骂了一句：“看我干什么？你聋了吗？”下一刻，连绵不绝的火把从城墙上亮起，化作一条火龙，照亮了整个南城区。城头上、四周屋顶上，密密麻麻全都是一身黑衣、手持精良武器的士兵，人数近乎数万。没有任何废话，
大秦再次向世人展现出了他强大嗜血的一面，哪怕是在黑夜，你也能感受到月光在那一刻被箭雨遮蔽。原本混乱的场面，仅几个呼吸间便悄然无声。你惊奇，在你的感知里，刚刚有一片密度极高的物体，携带着强大的压力，狠狠砸在了院子所有角落。院子中原本密密麻麻的震动反应，此刻已经寥寥无几。站了起来，确定没人埋伏后，探身看向院子，到处都是箭矢，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就连角落里的老鼠身上都插着2个箭头，满地尸体，面朝下的被砸成了豪猪，面朝上的更是惨不忍睹。你扭头看向身侧，仅是1墙之隔，竟然没有一支箭是射在墙外的。你咽了下口水，此刻好像明白了大秦为何能一统六国。在你以为屈家人都死绝了的时候，一声痛苦哀嚎响起，大门一侧的木板被推开，曲靖挣扎着翻身，他浑身都是箭头留下的伤疤，看着满院子的惨状，他用力揉着眼睛，想当成一场梦，梦醒了屈家还是那个一手遮天、家臣数千的强大家族，可现实没有机会反悔。他看着持剑一步步接近的你，惊恐的大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你敢杀我，城外的大军会屠灭咸阳城，你也活不了！你脚步一顿，城外大军，你回头看向身后城墙，火龙安静的照着下方，没有一丝动静。中尉上前开口：城外30里一战，咸阳附近10里一战，虽城毫无动静，更何况有骊山大军在侧，无人能悄无声息潜入咸阳腹地。此语完全是胡说八道。你也觉得不可能，整个战国大秦最危险也不过是6国联军绕路逼近最长，可那次也被吕不韦轻易挡住。此时驰道四通八达，通信更加快捷，谁又能悄无声息地带领大军围困咸阳城？曲靖只怕是被扎傻了，在说梦话。见你不信，曲靖拨开满地箭簇，扶起那女子，疯狂地摇晃。大军呢？你说的大军呢？让他们攻城来救我啊！不知是运气还是回光返照，还真让他把女子晃醒。可此时的女子眼中再无一丝媚态，她看着满院的死尸，癫狂地哈哈大笑，嘴里叽里呱啦地说了不知道什么。你听得一脸雾水，身后的张良上前一步：公子，那是南越语，大致意思是屈家灭了，大秦必亡。你更加困惑了，屈家就算再强盛，又和大秦有何关系？这时看着已经断气的女子，曲靖终于明白了，一切都是假的。他们看到的城外大军是假的，这些人要帮他重建大楚也是假的，他们只是想借着屈家的手杀了你。曲靖瘫倒在地，他不敢相信自己一直像个傻子一样被人利用。忽然他想起了屈凡昨日曾说过的一句话：如遇到大秦方面的生死威胁，可取出此物求助。他慌乱地从怀中掏出一个陶制的6孔口哨，你看着他吹响了口哨，没有阻拦。你要看看一个救楚屈家到底有多大能量，还有多少人追随。可一旁的张良却皱起了眉头，侧身对着一名禁卫说了句什么，那人点头离去。当声音响起，原本安静的城南人家们竟然都亮起了楼灯，紧接着开门声不断响起，一户户人家竟然都点着火把，带着家臣慢慢汇聚到街道之上，四周涌来的人足有上万。你不敢相信，这屈家当真有如此大的能量？这些人没有携带武器，只是举着火把，一言不发地将这个街道围起。曲靖哭喊着从院中跑了出来，他跪在地上痛哭。诸位还请看清，我屈家听从始皇政令，携带全家老小迁移咸阳，如今却落得各家破人亡的下场。公子赢血无凭无据的污蔑我屈家下毒害他，如今日我屈家灭族，日后尔等也不过是如此下场。听到曲靖诉说，人群中走出了几个气势沉稳的老人，他们没有看曲靖一眼，只是朝你质问道：公子灭屈氏可有证据？你眯起了眼，有又如何？没有又如何？那2名老者没有因此而据理痛斥，反而一脸沉稳地说道：有就拿出来让我们救国贵族看看，只要是死证，您灭了屈家，我们也无话可说。要是没有，曲靖就不能杀。你要杀，那就是肆意屠戮救国权贵。不管这是您的意思，还是那位的意思，如此行径，我都无法容忍。既然迟早要杀光我们，还不如就现在了结。今日我数万同志就站在这儿，让公子杀，是杀光了我们，世人必定举旗再反，大秦必当分崩离析。听到这里，你终于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屈家早已经不是屈凡在领导了，暗中已经被曲靖掌控，而帮助他掌控屈家的2人都是南越人，没有什么大局观的他一直在被2人洗脑，沉浸在屈氏重建楚国的美梦里，更是单纯的认为只要满足了对方的要求，杀了你他就能逃出咸阳，回到九江，利用屈氏的影响力重建楚国。你觉得可笑？这都是表层而已，真正的背后之人肯定是那2个南越人的主子。他设下了一个可怕的阳谋，不管你会不会被杀，始皇都必定会彻查，只要追查下毒之人，屈氏就必灭无疑。可一旦救贵最强的屈氏都被灭族，其余贵族们对大秦的防备会再度紧张，不管嬴政如何选择，从这一刻起，这些贵族都不会再相信大秦，只要朝堂出现任何动乱，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跑，甚至直接逆反。这人主脉虽然都被迁来咸阳，可支脉遍布天下，杀光他们，各地的支脉便会揭竿而起，陈胜吴广的那一幕，距此也就不远了。好一步棋啊！你哈哈大笑，贵族们全都在等你给出答案。城墙之上，嬴政叹了口气，还是到了这一步啊，这是他最担心的场景。蒙毅也紧张说道：不杀，公子威严何在？我大秦颜面扫地，杀！自今日起，大秦各地只怕是再无宁日。你没有搭理2个老人，反而转身看向曲靖，他下意识的后退喊出：我有什么错？我没下毒，我只是想回家。秦人贪婪成性，残暴不仁，是你们
们先攻占了我的国家，让我无家可归，如今还污蔑我下毒，无故杀害我全家。看着他歇斯底里的痛斥，你只是皱着眉头轻声说了一句：让你们回家干什么？回去再把百姓印上奴役，玩弄虐杀，失去兴趣后挖去双眼，割去舌头，丢在地窖中等死吗？青年瞪大了眼，似是不解你为什么这么说。那是奴隶，不是百姓，他们只是一群长着人类模样的畜生，他们存在的价值不就是取悦主人吗？和你身边的侍女没什么两样。你听着他的言论，眼中的杀意弥漫。你转头看向那些贵族老者，却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在意曲靖说的话。在他们理所当然的脸上，你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在他们眼里，被打上奴隶烙印的人和一头饲养待宰的猪完全没有区别，唯独不同的是，猪能吃，人只能玩。这些人从没有将那些地位低下的奴隶当作人，那百姓又会好到哪里去？今日经历的一切都让你感到荒诞不堪。你再没有与曲靖争论的力气，甚至一时低下了高昂的头。看到这一幕，贵族们情绪激动，难不成他们要在这次对弈中胜出吗？身旁的张邯目眦欲裂，仇人就在眼前，却杀不得。张良眼神微眯，城墙上始皇手掌紧握。蒙毅松了口气，可又一时有些失望。他还想着今日如此不凡的公子还会有什么奇迹。噌，剑光闪过，谁都没有料到你毫无征兆地甩出了一剑。在贵族们怒目而视的眼神下，曲靖的人头滚动。站在最前方的2名老者不敢相信你竟然真的不给任何理由地杀了曲靖，他们全身颤抖着，终于忍不住怒斥：毫无理由的杀戮贵族，这是在毁掉大秦，都看到了吗？大秦公子肆意屠戮屈家千人，如此暴虐行径，迟早崩坏。如今我们就站在这儿，让天下百姓都看看如此残忍的场景，让始皇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不然谁也不能离场。就在这时，一个禁军忽然压着一名囚犯走到中间，随后一脚将其踹翻在地，说：“那名囚犯低着头嘟囔了一句。”是曲靖给我钱，让我早上埋伏在律刑司门口，等皇宫马车到来刺杀迎轩公子的。他还说杀了迎轩，推翻大秦，重建大楚后，给我留一个彻后。禁军再次猛踹了一脚，大声点！会地内人只能仰头高声又喊了一遍，声音传遍了城南。2名老者却是不信，如今曲靖已死，谁知道是真是假？你以为随便拉一个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时，远处的普通人家里忽然传出了一句声音：“他说的不假，我早上亲眼看到过。”随后更是有10几道声音响起：“没错，早上我们赶集亲眼看到了那一幕。”断断续续的声音让老者彻底说不出话。你没有在意，对出声的方向行了一礼。迎轩谢过诸位百姓作证，但不必多说，这些人还没资格让本公子解释什么。押来此人不过是为了让诸位百姓们明白，我大秦以法治国，绝不会偏袒任何一个贵族，同样也不会错罚任何一个百姓。在我大秦境内，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日后如再出现随意虐杀奴隶、无故减少大秦人口者，同样灭族论处。此话说完，远处的黑暗中的街道里传来了窃窃私语：“我就说公子明圣仁德宽厚，怎么会无故来灭屈家全族？果然事出有因。”公子杀得好！震耳欲聋的声响传遍了咸阳城，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喊。这一幕让你感动，那些都是老秦人在支持自己。回过神，你看着面色尴尬想要带人离开的2名老者，冷脸说道：“我让你们走了吗？”2名老者只能硬着头皮拱手：“既然公子事出有因，我等便不做干涉了。”可你冷哼一声：“你们说完了就完了。”为首的几人全都怒目而视：“屈家都死完了，你还想干什么？”你没有说话，反而一指旁边的院子：“全部抓出来，给我问，地窖里的孩子都叫什么名字？”众人一愣，这跟旁边院子有什么关系？张邯却毫不犹豫，他一脚踹开了大门，却发现院内竟然有100名身穿屈家家臣模样的妇女老人。禁军将那些解脱后烧焦的尸体抬了过来，将屈家人一个个领到面前院。他叫什么？没人能说得上来，你也没想他们认出来。一边安排人将女孩送去救治，一边冷漠说道：“不知道就杀。”禁军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随着一个个人被砍，这些屈家人终于有人开始说出名字。可你不在意，让他一个个认，认完了拉到一边还给了几口吃的。剩下众人纷纷看到了希望，有记得名字的不管对不对得上，你开始说。所有知道的人都争先，以为这样就能盖功赎罪。在他们讨论完后，终于给出了一副名单。名单公示城外1年，有前来认尸的，可挖坟自取。说完，你看向了这些没被砍头的人，这些人满脸希冀地望着你，想着起码命保下了。按照秦律，犯人从属应该打成官奴，官奴的活有轻有重，只希望自己能分到一个轻松一点的地方。这些人明日凌迟。你话瞬间将他们打落地狱。就连张邯都眨了眨眼，有些不解。你们既然知道名字，就肯定知道那些孩子在被虐杀。你们猜我会不会放过你们？你满是血丝的双眼像是恶魔，这些人才是罪魁祸首。其他人死只是因为身为趋势要斩草除根，而这些人死则是为了那些死在地窖中的女孩偿命。此话彻底吓坏了他们。其中一个衣着最为华丽的女子疯了似的求饶：“我知道他们的秘密，我知道背后的越人去了哪，我能帮你找到他，不要杀我。”你眼神微眯，这个女的认出的最多，绝对是这些人中最恶毒的那个。押走。女子腿脚一软，狠狠松了口气。众人也无奈，为了查出背后之人，只能让他多活一段时间。明日烹了。冰冷的话语惊愕了众人，极致的反转崩溃了女子。张邯也张大了嘴：“公子，那背后之人如何追查？”你以为大秦暗卫都是干什么吃的？此事暗卫必定已经查得七七八八了，不然嬴政不会如此放心的让自己折腾。至此，屈家全灭，此事终于告一段落。那些贵族眼睁睁看着你杀光了屈家，却无能为力，愤恨已经埋在了心中。你其实知道，
从他们走上街那一刻起，就已经与大秦不是一心了，甚至日后随便一个风波，他们都有可能成为隐患。所以你根本就没打算放过他们。看着再次想要离开的贵族们，冷言说道：“我让你们走了吗？”顿时所有人都惊住了。你还想干什么？杀光我们！你看我们的支脉会不会推翻大秦？你迟早也要完蛋！好似今夜刺激太多，其中一个老者竟然毫无理智地说出了这样的话，顿时所有人都安静了，就连那些贵族也都惊恐地看着他。此话简直与造反无异，你却没说什么，根本不在意这种鲁莽的东西，会咬人的狗从不乱叫，那些暗地里的才是真正的危险。一声高喊：“赵高，按秦律，随意聚拢百姓过千，扰乱咸阳治安者何罪？”城墙上的赵高此次意外的积极：“回公子，聚拢过千，扰乱治安者，当罚50大板。”你邪魅一笑，继续说道：“那威逼皇子，污蔑大秦声望者何罪？”赵高继续大喊：“此罪无定数，当视情况而定，由皇子做出决断，上可死刑，下可杖30。”你哈哈一笑：“看在两位年纪颇大的份上，80大板就各领40吧。”你说完转身就走，而两个老者却绝望地哀嚎起来，以他们的身子挨上40大板根本没有活路。城墙上的嬴政看完了戏，很是满意。蒙毅啊，你做得很不错，稍稍指引这小子就能如此出色，不愧是我儿子，很不错。蒙毅则是暗自吐槽，这还不错，整个屈家完全在他掌心中玩弄。一个巨大的阳谋虽然没有完全破解，但明面上却是以碾压的姿态震慑了众人。那个高喊屈家有罪的犯人，别人不知道，蒙毅能不知道？那是大早上张涵跑到天牢里拉出来的死刑犯，不知道给他家人留下了什么好处，他就自愿跑到律刑司门口，拿着砍捕刀演了场戏。公子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没有证据的打算，屈氏从一开始就没有活下来的可能。早在小茹死去的那刻，这便是注定的结果。早上时蒙毅还一直不解这是何意，没想到是对屈家的绝杀。可以说暗卫看出来的你预判，暗卫没看出来的你也预判了。现在蒙毅看你的眼神都凉飕飕的，日后得防着点这小子，太阴险了。提着曲靖人头给小茹的祭拜过后，你赶回了皇宫，整整1天1夜，太过刺激也太过荒诞，让你彻底看清了大秦的情况，也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他没有历史书上写的多坏，也没有人们想的那么美好。脱下沾满血渍的衣服，你一口倒在床上。张良、张涵回了侧房休息，你下意识地喊了句：“小茹，给我备洗澡水。”刚说完，身体就僵硬了一下。大殿内没有声响，只剩记忆里好像回荡着一声清脆的笑。你忽然没了睡意，用力眨了眨眼，想转移注意力，打开系统，一条条提示浮现在眼前。看着看着，你睡着了。梦里那个可爱的女孩再次跟你坐在同一桌吃饭，这次你没能抢过她。你整整睡了1天1夜才起床，幻音准备好洗澡水，你舒服地躺了进去，一边搓泥一边看着面前的系统，发现自由身份卡是否收录。你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点击确认，身份卡区域多出了一张印着女孩面容的卡牌，上面还标记着属性是女。你微微一愣，这也行？是因为昨晚那个被救下的女孩十分感恩吗？原来系统还可以主动收录忠于自己的人。继续向下看，提示开启长线进程模式，事件提前掀起与6国贵族阶级的矛盾。你想了一下，大秦崩溃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些6国的贵媳妇，可能自己昨日的做法已经影响到了大秦灭亡的关键点。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奖励啊！因宿主提前掀起与6国贵族阶级的矛盾，极大的改变了大秦命运。奖励3次抽卡机会与1次心血来潮，心血来潮预知1次死亡危机。你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这不是多了一条命吗？你顿时坐不住了，额外奖励都出来，趁着现在系统心情好，得赶紧抽卡。你匆匆收拾了一下就跑了出去，想要去禁军营地查看昨日抄来的屈家家产，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刚跑出门，就看见张良与张涵坐在银杏树下下围棋，没有打扰两人，舔了舔嘴唇，迫不及待地向院外走去。张涵听到了脚步声，看见你要出门，赶紧站起身要跟随，却被张良拦下，还顺道白了一眼。公子去看他的收获，你跟着干嘛？继续下你的棋。张涵嘴角抽了抽，拿起黑子随意落了下去，立刻就要收走张良一大片白子。张良急忙伸手拦住。哎呀，刚才光顾得上拦你了，都没看到这一步不算，重来重来。张涵默默地闭上了眼睛，很想说一句：你以为我是想跟公子出去吗？我单纯是不想和你这个臭棋篓下棋。公子看起来心情好多了，你要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张良一边琢磨着棋，一边点头说道：等2天吧，等公子的心情真正好起来再说。毕竟他才10几岁，这2日见到的事情对他来说确实比较残忍了。张涵却有些不认同。你的计谋确实厉害，不管是囚犯演的那场戏，还是提前为公子准备的秀弩，都起了关键作用。但也不可小看了公子，他能提前让我联系好禁卫，能轻易识破屈凡的假死之计，能在曲靖用百姓威胁时镇定自若，以一己之力化解危机，更能将屈凡所有的族人找出来，也不是一般孩子能做到的。张良惊讶地看了张涵一眼，随后沈然一笑：你在担心什么？我的谋术就算再厉害，如行事之人不行，又怎么可能有效果？如果公子没识破屈凡假死之计，又怎么会用到袖剑与禁军？如果公子没有镇压乾坤的气势，就算那个囚犯说的再真诚，人们就真的会信吗？没有公子，我的计谋便是空话而已。听到此话，张涵才松了口气。他其实很喜欢张良，虽然他下棋臭可人还不错，张涵只是始终忘不了第一次见面时张良对你说的那句话。他始终认为张良对你心里怀着一丝防备与轻视。此时见张良袒露心声，他才真的放下了心。张良有些好笑，催促他：该你落子了，快点。张涵心情不错，再次随意的下了一子，顺手就要将张良半数的白子收掉。结果张良脸色忽然严肃，话锋一转：不过
公子还是有问题的。张涵猛然抬头警惕地看向张良，公子到底是如何看破假死之计？在救那女孩时，曲靖为何表现得如此怪异，就好似配合公子表演一样？最后又是如何轻易判断趋势隐藏的族人就在林院？这种灯下黑的思维，就连我都没想到，实在是怪异。张涵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还以为是对公子有意见，可当他再次看向棋盘时，明明已经落下的黑子竟然变成了一枚白子。这一下，张良成功地逃过了必败的局面，还舔着脸嘿嘿地催：“你倒是快下！”张涵嘴角抽搐，白眼恨不得翻到天上去。来到禁军驻地的你直接冲进仓房，在中尉的带领下打开了一间金灿灿的民间，3大箱子足有1000斤，耀眼的金光几乎闪瞎了你的眼。你将双手插进去肆意搅动，感受着暴富带来的快感。谁知中尉竟然说趋势明显已经将大部分财富转移走了，不然不会就这点。你目瞪口呆，这可是足1000斤啊！你却告诉我只是趋势转移完财产留下的边边角角。果然资本家的富有是百姓无法想象的。可接着你忽然就怒目圆睁，你意识到如果不是对方带走了大部分财富，那将直接拥有这辈子都用不完的钱。一定是那个该死的越人带走了。本公子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抓住他！看着暴怒的你，中尉识趣的没说趋势剩下的房产地产都被国库直接取走了。他怕说了你会直接一哭二闹三上吊。再赏了中尉几枚金饼后，3个箱子顺利的回到了裕德店的门。你坐在金堆里，肆意享受着2辈子第一次感受到的快乐，爽了好一会，才想起来自己是要抽卡的。打开系统，加上上次因为没钱剩下的一次机会，这次能抽取4下。你满脸期待的点开了卡，成功抽取身份卡咸阳禁军200。你目瞪口呆，今日的系统真的幸运值爆棚，身份卡也可以是这样抽的吗？随后第2次抽取，成功抽取技能卡易容术，这个倒是普通。看技能简介里并不是那种改变骨头的神奇易容，只是江湖人士普通的易容技术。虽然是如此，也足够一般人无法看穿了。再次抽取，成功抽取技能卡感同身受，每日1次，可使宿主感受4周生物的心理活动，持续时间1分钟。这是什么意思？读心术？你迫不及待的想要尝试，可犹豫了下，还是想抽完再说。恭喜宿主抽取稀有级功能性卡牌大喇叭，可对所有身份牌进行全体喊话，每7天可使用1次，限100字之内。你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卡牌一出，你就有了7天1次的实时通话机会。这代表着什么？在这个车马路遥的时代，你麾下的大军将会有信息时代的作战。太可怕了！你想想就觉得毛骨悚然。密密麻麻的面板成功让你找回了自信，那种睥睨一切的气势再次回到了你身上。书山阁，嬴政翻阅着纸张制作的奏折，心情很是不足。长子如此年纪就展现出惊人之姿，日后稍加教导，必是一代明君。大秦万万世的梦想又进了一步。虽然你的所作所为彻底撕碎了朝廷与6国旧族之间的遮羞布，可在这位千古一帝看来，那又怎样？以前维稳是想用和平手段慢慢同化他们，过不了2代世人就会忘却6国，拖得越久对大秦也就越有利。但要是不知好歹，别说小小趋势，就算6国复辟又如何？大不了再来一次横扫6国，他们敢站出来，自己就敢再杀一遍。嬴政回想着你最后说出烹了时展现的气势，很是喜欢，倒是有几分朕的风范。随后又忽然想到了什么，转身看了眼一旁候着的赵高。赵高，你觉得嬴轩此次表现如何？赵高急忙恭敬行礼，回禀陛下，微臣以为公子此次机智过人，深谋远虑，不仅轻易震慑住了那些旧贵，还笼络了民心，对趋势更是杀伐果断，毫不犹豫。没有人能比公子处理得更好了。公子小小年纪便展现了几分陛下的风范，实乃惊人之姿啊！谁不喜欢听漂亮话呢？嬴政笑着满意点头。赵高见此，立刻确定自己没有猜错，怪不得前段时间会失宠，原来是没有明悟陛下的意志，跟领导对着干，当然会被收拾一番。就在这时，蒙毅带着满身酒气跑进了殿来，看到赵高在侧，还有些惊讶，这家伙不是失宠了吗？嬴政疑惑，是何事让蒙毅如此急切？还没开口就被一股酒气熏了个够呛。你这是喝了多少酒？离朕远点。蒙毅满脸尴尬，只得退后了几步。回禀陛下，安危中细作1日未除，微臣就1日难安。刚才在与家兄饮酒时，忽然得到启发，有没有可能不是敌人隐藏太深，而是微臣太过执念，已经被一叶障目，所以找不出来？嬴政沉吟了一下，的确有道理。所以呢，你想干什么？所以微臣想要请求外援。嬴政点头认同了蒙毅的想法。暗卫乃你我早期所见，除了一些近臣无人知晓，他们也聪明，都对此讳莫如深。如今想要挑选一个人帮助你，也要好好考察，免得中了别人的计中计。蒙毅深感认同，他一直不愿意他人插手也是因此。一只虫子不管藏得多深都好找，可要一旦有2只虫子相互掩护，那就永远也查不清深处到底还有多少虫子。陛下英明，所以微臣找了一个不需要怀疑其忠心的人选。嬴政微微一愣，蒙毅不会是要把蒙恬拉进去吧？那可不行，蒙恬是自己插在武官集团中的定海神针，是国家基础，绝不能轻易调动。正要拒绝，谁知道蒙毅开口就说出了让他意想不到的名字。让长公子来查，不仅不需要担心中计，更可以将行动放在暗中，没人会想到我们将揪出细作的希望放在10几岁的孩子身上，他天然就带着一层伪装。可谁知道蒙毅还没说完就被嬴政笑着打断。莫要开玩笑了，那小子昨日虽然表现不错，但那是因为有你的引导。如今你都说了自己被一叶障目，那他再接受你的引导，与你亲自查有何不同？蒙毅这才想起自己还没给始皇解释。蒙毅见此有些着急。陛下，上次微臣从头到尾都只是在旁观，臣可是没出一分力，别说引导了，和公子连句话都没说上，您万万不可小觑公子啊！嬴政脸上的讥笑慢慢僵硬了下来，永远波澜不惊的脸上首次挑眉瞪眼。你说
什么？蒙毅只能是又重复了一遍。坐在案前的嬴政猛然站起，他首次面容肃穆，背起双手走到门前，看着已经升起的月亮和丝毫没有下山迹象的夕阳，还是不敢置信的回头质问：你是说银轩昨日在这恶心玩我，带着2个幕僚就去律刑司演了场戏，然后在司内识破了曲靖假死，亲手诛杀了屈凡，其后更是拉拢百姓，以一己之力震慑住数万贵族，这些所作所为全都是他自己想到自己办到的。蒙毅狠狠点头。嬴政回身看着天空，深深吐了口气，沉思片刻，忽然大笑一声：好一个日月同辉！蒙毅见嬴政开心，赶紧趁热打铁。公子之志，半日就抵得上暗卫数月辛劳，如能得公子相助，只怕微臣用不了多少时日，就能揪出细作，再次掌控北方局面。只是微臣面薄，不一定能说动公子相助，还是得陛下您出面啊！嬴政哈哈大笑，丝毫不在意的挥手：白养了10几年，也该他做点贡献了。蒙毅欣喜，既然嬴政同意，那这事就成了9成，只希望公子能快点找出细作，自己才好安心啊。翌日，比上班还准时的嬴政再次坐到了纱帐内。这次他将私下买来的纸张一同带了进来，准备齐全才舒畅的坐好。过了许久，竟然还是没有听到那令人痛恨的声音。嬴政一时间还有些不适应，那小子今天不来了，不像他睚眦必报的性格呀。就在这时，他余光内忽然出现了一只手，悄无声息地摸向了放在一旁的黄纸。嬴政眼疾手快就抓了上去，哭笑不得地看着半钻进来的你就不嫌臭吗？谁知另一只手捏着鼻子的你可怜兮兮地说了句：小茹都没嫌那道菜臭。嬴政无奈闭上了眼睛，造孽啊！可一想等会还要用你，只能痛苦地松开了手。你嘘的一声就将黄纸夺了过去，转身就跑。得意的你并不知道，你走远后，嬴政淡然地从袖子里拿出一个揉搓好的纸球，顺道讥讽一声：小样，跟朕斗。等嬴政走出侧房，对一旁侍卫交代了一句：去把那小子喊回来吃饭。你抱着纸张溜溜达达地向着皇宫城门走去，路上见人就发一张，不一会就给下人们发完了。双手空空的还有些不太适应，只能从怀里拿出一个金饼把玩，柔润的手感让你爱不释手。只是一有人路过就急忙藏回怀里。你深知漏腹遭天谴的道理，有钱的感觉真好。昨晚过于开心，愣是躺在金堆里睡了一夜，连技能都没来得及尝试。今天就出门去区阁看看，顺道试试技能怎么样。只是没等你走到皇宫城门，就听到身后一个喘着粗气的声音呼喊：公子啊，莫要再跑了，地下召见。你冷哼一声，当我傻吗？不去。追来的中尉上气不接下气，可还是悄悄告诉你：陛下样子有些愧疚，王上卿也在，应该是有好事喊您。你一听眼珠子一转，要是想揍自己，确实不会喊上蒙毅，难不成老头子良心发现了？看你追来这么辛苦的面子上，就走一趟吧。中尉苦笑，赶紧跟着你再次返回了书山阁。一踏进阁内，你就换了副嘴脸，一脸开心的跟蒙毅打了招呼，还乖巧的对嬴政行礼，就好似与刚才抢走厕纸的不是一个人似的。看得嬴政嘴角抽抽，坐回你的位置上，看着满案的餐食，下意识舔了舔嘴唇。好几天没吃皇帝餐了，确实有点想念。不过你还是强忍着没有用膳，而是将目光看向了嬴政，静等中尉所说的好事。果然，嬴政见到都到齐了，就一边吃着一边随意说道：前天屈氏一事你处理得很是得当啊，不仅揪出元凶，震慑了那些心怀不轨的宵小之辈，还以此笼络了咸阳百姓的民心，一箭双雕，确实展露出了几分败相之姿。一旁的蒙毅也跟着附和，说的你很是开心，忍不住露出2排大白牙。哪里，这都是父皇教导的好，是叔父配合的好。不知道今天是咋了，嬴政还是第一次这么夸自己，搞得你有些飘飘然。等等，第一次你忽然有些警觉，不对劲。就算是南岳献策那次，嬴政也没这样夸过自己啊。而且你还发现，虽然是嬴政在发言，可殿内的人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这是哪来的道理？果然，下一刻嬴政话锋一转：不过你是舒服了，可苦了跟随行动的将士们。你面露不解，还没提问，蒙毅就解释道：以往将士们派出额外任务，朝廷都会发放一些赏钱。前天微臣一喊公子遇刺，大家那是争先恐后，要为公子出气。为配合公子，一次性就出动了数万人力，愣是在屋顶大树上趴了数个时辰。最后也确实帮到了公子，将士们很是开心。只不过，当然将士们也没什么怨言，只是微臣怕下次公子再有事会影响积极性啊。你哪里听不出来这是在点自己啊？你暗自思索，这点确实没有留意到，可不能让将士们生出跟着公子混3天饿9顿的感觉。你沉吟了一阵，认为应该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出一部分奖赏将士们。将士们确实辛苦，那我就拿出100金奖赏将士，叔父觉得如何？谁知蒙毅眼神飘忽不定，看向了始皇。随后殿外忽然传来了张良与张邯的声音，你诧异扭头，却见2人抱着你的金箱子走了进来。你警铃大作，不好，竟是杀猪盘！